在那个饥寒交饿的年代，很多人因为吃不饱饭而被活活饿死。然而我二叔他们家却是顿顿大肉，即使这样他们都还不满足，进来抢走我们家5口唯一的粮食。父亲得知后上门理论，却被二叔三叔一顿毒打，恶毒奶奶却在一旁不管不顾。大哥被逼无奈，只能孤身犯险上山打猎，最终被野猪群撞死在山中。母亲得知后当场气得吐血身亡，父亲因为被打成重伤，久治不愈而亡，而我却被亲生奶奶陷害成杀人凶手，最终锒铛入狱。还好我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表现良好，被特殊部门纳入，负责境外执行任务。当我满载喜悦回到家时，竟得知妹妹在我入狱的那年被恶毒奶奶弄去干活，最终累死在地里。我埋怨上天的不公，最终选择了自尽。或许老天有所感应，让我再次回到了那个1960年。二弟、三妹，你们在家照顾好父亲，我进山打点东西回来吃。什么情况？这不是大哥出事的那天吗？不行，我一定要阻止大哥。大哥，还是我去吧。以前我经常上山，这个我熟悉。你和三妹留在家里照顾父亲。陆程没有给陆燕说话的机会，拿着家伙就出门了。奶奶这样强势，必须要脱离她的掌控，不然又会走到前世的悲剧。随后陆程来到了后山的丛林前，就听到了野鸡咯咯咯的叫声。于是陆程悄悄地摸上去，凑近了一看，有2只大野鸡在窝里。野鸡一看到陆程，吓得咯咯咯跳出来。幸好陆程眼疾手快地扑上去，把2只野鸡给抓住，赶忙用绳子把野鸡拴了起来。我的个乖乖，还有20颗的野鸡蛋啊！接着陆程拿起鸡蛋就生吃了起来，连吃了3个鸡蛋，才找回了一点点的温度和力气。剩下的鸡蛋不能带回去，不然肯定会被恶奶奶抢走。随后陆程取走了4个鸡蛋，然后又在原地做了一个陷阱，把2个野鸡放进陷阱中。做完这一切，夜色微微暗沉下来，而陆程还没有走到家，就远远听见他的妈和大哥在跟奶奶争吵。你是个最毒的奶奶，你怎么能逼二成去上白大夺？那可是要死人的。不行，我要去找他。慌，是他自己愿意去的。再说天都黑了，你们小心有去无回。老大，你在这里陪着你爹你妹，我独自去寻二成。妈，我去寻我二弟，您在家里。正当众人争得不可开交时，陆程也回到了家里，开口道：我回来了。你这二成，你下次不许再上山岭了。妈，今天把脚给歪了一下，结果什么也没有抓住。你今天没干活，没饭吃。这个奶奶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恶毒。我做了2个人的活，你给我2碗粥，否则我明天不做事了。慌，反了天了，就1碗，爱吃不吃。妈，我们赶紧回屋吧，冷死我了。二成啊，以后咱不去山里了。要是你有什么3长2短，叫我们咋活？二哥，你的口袋里装了什么？呵，还是三丫最快发现，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担心样子，我刚才装的，没有受伤，而且我还是找到了4个鸡蛋。我去拿去煮熟来吃。妈，咱们直接生吃了，你们一个人1个，爹也吃1个，我刚刚吃了3个了。你这野鸡蛋从山里弄来的？是的，妈，我想一会叫村长过来跟奶他们分家过。为啥？妈，今天我在山里抓了2只野鸡，还有13个野鸡蛋，不分家我都不能拿回来。妈，我赞同二成说的，咱们不能当奴隶使，咱们得分家。当家的，你说呢？必须分，太久没有吃到鸡蛋了。随后一家人就喝了奶奶刚刚端来的粥，稀得跟水一样，没有几粒米。而陆程没有吃饭，就匆匆的到了村长家里。陈伯，我们家想要跟我奶分家，单独过，您能过来给主持一下吗？我去拿一下计册本，把你们的家产给分，不过是半个钟的事。多谢陈伯。陆程啊，听说你白天进山里了，下次切记要小心呐。富贵险中求，但又说有命要钱干啥？陈伯，我有分寸的。好，走吧。村长拿着小册子，并带了一支笔。这笔可是村长的宝贝，一般人都不让碰的。不久后，陆程一家人都在余香兰的正厅里坐着。妈，我们一家要分开当过。分家？陆老大，你一个废了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要分家？奶奶，我们的态度很坚决，我们家必须要分家。陆老大自从病了后，这一家人就让他奶给拿捏了好几年了。郭秀秀一个当儿媳妇的，一直不敢反抗当婆母的余香兰，搞得他这个村长都看不下去了。既然是陆老大要分家，我这个村长也要主持公道的。那这些碗和下面的东西全部跟你吗？没有一点大米吗？大米那样的金贵，怎么可能分给你？那些碗全是破口的，农具也是不好的，你不能这么偏心吧？你们要分家，总不能一点亏都不愿意吃吧？要不然就别分家。分就分，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要白纸黑字写清楚。陆程故意把声音提高的说出来，而周围已经围了好多的村民看热闹，个个纷纷指责的说：余香兰，你也真是的，一个好碗都不给老大家吗？是啊，你好歹是他们的亲妈啊。他们自己要分家，怪我分的不好吗？招到你们家里去给你们单子去啊！这黑心的奶奶哟，难怪陆老大病了这几年都不好，偏心到嘎吱窝了。只有陆程知道，虽然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是他自由了呀，以后吃肉的时候再也不必害怕让余香兰连锅端走了。妈，您放心，以后东西我会添置，你就让爹签字分家吧。妈，让爹签了字，分开过，我们也能吃上饱饭。寻风，你签吗？我签。
签完之后，村长拿着东西就走了出来，而陆程却追了上来。村长，您家里是不是有猎枪，还有一个手电筒？你这臭小子，是不是要借？村长真是太懂我了，我要是猎到猎物了，保准让你有下酒的肉菜。手电筒可以借你，猎枪也可以借你，但是子弹只给你3枚。中，3枚就3枚。陆程也知足了，村长说的是给他3枚，不是借，这人情领了。陆燕看到陆程为了生活都拼了命要进山打猎，于是也不甘落后，干活更卖力了。而这边二叔家的媳妇正在厨房里一边洗锅碗，一边的偷偷吃猪油渣，连吃了好几口。刚好看到陆燕从后山坡弄了干柴回来了。老大呀，你帮二婶把这柴搬到我们厨房去吧。中。陆燕刚准备搬的时候，突然想到晚上吃饭时，陆程跟他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分家了，你们的厨房是放油盐的重要地方，我就不进去了。这也没事吧？不帮二婶送进去吗？不了。陆燕刚要转身离开，于香兰就走了过来。二婶郑慧眼里冒着冷飕飕的算计之光。陆燕，你站住！怎么了？妈，你看看这猪油渣少了好多。陆燕偷吃猪油渣。二婶，我可是连厨房的门都没有进过，怎么偷吃？妈，你看看少了很多，就是他吃的，我亲自抓住他的，他打死也不会承认咧。我没有吃，我为何要承认？妈，您看，您这大孙儿可是凶着咧，吃了也不承认。我根本不知道有猪油渣。这时，周围的邻居也马上围了过来，众人都带着几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你说你没有偷吃猪油渣，那你为什么在我们的厨房门口？是二婶叫我来帮她搬着柴禾进厨房的。那你就是进过厨房了。没进。随着周围邻居的议论声越来越大，郭秀秀也马上挤到人前。老大，怎么了？狠心二婶在家偷吃猪油渣，怕被恶毒奶奶发现挨打，竟设计冤枉是我大哥吃的，而老实巴交的大哥也是有苦说不出，我只是略施小计就轻松化解。找个鼻子灵的人来，闻一闻就知道是谁偷吃的了。我的鼻子灵，有事让我做。好小子，你闻闻，你看燕大哥嘴里有没有猪油渣的味儿？行，我闻闻。我燕大哥的嘴里一点肉腥味都没有。二婶，应该到你了，你让张贵根闻闻你的嘴。闻就闻。说完后，郑慧心里却是虚了下，得亏她刚才漱口了2回，心想肯定没有肉香味。肉还是猪油渣的香味，她的牙缝还有一点肉末。这个时候，于香兰也顾不得其他了，她直接上去捏着郑慧的嘴角，果然她的老眼里看到一块肉末还卡在她的牙缝里。好啊，我说我的猪油渣经常少了，都是你这个贱人偷吃的。妈，我错了，我错了，包大了。那她是我老婆，我领回去好好说说她。好好管管他。现在偷猪油渣的人找到了，奶奶是不是得好好跟我大哥说一个对不起？哼，翻天了，我是他奶奶。慧儿，你也真是的，非要陷害那家人，你就不能说是3弟妹？我哪知道每一家人竟然这般不好惹，太丢人了。还哭？你好意思哭？我都让妈给打了，你还怪我？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说你非要跟他们家闹腾干嘛？那他们都分家出去了，我觉得欺负一下也没什么。欺负他们家，你看没看到？陆程背着枪，腰间挎上有刀，你还不去给他道歉？道歉？呸！我才不气你，要气你自己气。会啊，我跟你说，带了打猎的工具，你不想吃肉了吗？吃，谁不想吃肉？但是那个白大多肉是那么好吃吗？你现在不去致个歉意，以后陆程如果带回来肉，你可别后悔。此时白大铎的陷阱里，一头独狼正在陷阱中挣扎，可是他越挣扎，绳子就越套得紧。而陆程也赶到了陷阱旁边，眼前一幕让他后背部的汗毛直接竖立了起来。陆程赶忙掏出匕首，直接结果了这只野狼。这野狼的体格不小，足足有约70斤左右。陆程也不敢在原地多留，把猎物装进布袋子，就离开了这里。二成，你真猎到猎物了？大哥，你看，1头野狼，2只火野鸡，13个野鸡蛋。阿哥，你真是带了猎物回来，太好了。对，你这病只要好好吃药，肯定能好起来的。不吃药了，你们卖了野狼，先给你大哥说一个媳妇，我这身子怕是好不了了。他爹，你身子也十分重要。对，你相信我，大哥说媳妇的钱，我肯定会挣到的。要不我也进山去打猎，不让二成一个人打拼。大哥，我敢进山，是因为我有人教过打猎，不然你以为我敢拿命去冒险？陆程又不能说他有前世可是一名神枪手，打猎对于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陆燕微怔了下，他确实是没有经验，也没有遇到什么老猎人教他。我来处理野狼吧。大哥，还是我来吧。妈，您看看这2只野鸡能不能养活？如果能养活了，让他们孵小鸡，咱们家以后可就有鸡蛋吃了。三样，你以后负责照顾小鸡，这样可以天天收鸡蛋。好嘞，二哥。隔天一早，陆程就推着2轮车，把多余的狼肉弄到了县城的黑市上面去卖。而住在县城里的工人们都早早起来买菜，陆程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就开始吆喝着：“卖新鲜的狼肉了，卖新鲜的狼肉了！”瞬间，黑市中有几个工人大嫂就上前问：“你这野狼肉咋卖的？”大嫂，
你要买哪一块？我要这狼腹排，你给我称2斤。好，狼腹排1斤1.5元，2斤3元钱。哟，这可不便宜呀！大嫂，你也知道猪排都要0.7元1斤，我这野狼排，你也知道野狼多稀罕啊。中。有第一个大嫂买了野狼肉后，周围几个工人大嫂都纷纷的围了起来。短短的1个小时，就把车上的狼肉卖得干干净净的。随后陆成就拿着早上留的狼腹肉去了村长家。陈伯，这是3斤的狼腹肉，您晚上炖了吃。二成，你倒是个难得的猎手，这野狼是不是自己撞你枪口上了？我1发子弹都没有用，我是用2只野鸡把它引上陷阱的。你这小子真行。今天不醉不归，跟陈伯喝一杯。得嘞，那就不客气了。随后村长的爱人就端了一些炸花生米和一些肉干，狼腹肉也炖在锅里。为了快一点吃上，村长爱人还切了一点布片炒了出来。陈伯，我有事要与您商量。说，我听着。我想跟陈伯再买几发子弹。二成，你又要上山打猎？不瞒陈伯，我这体力在地里干活，虽然也能换到钱，但是我心里不甘。好，你要几发子弹？陈伯，我想要你手里的全部子弹，17发我全要了。二成，陈伯给你商量个事，这钱10颗，算是我代表村里的决定，送给你赶走野猪的。今年的庄稼能不能保收成，就看你的了。那后面10颗子弹呢？多少钱1颗？我买。二成，不是陈伯为难你，你要是做村里的公社猎人，能得到1个月10块钱的工资，并且我也能向上面申请到子弹，但是你得负责为村里守庄稼。得嘞，谢陈伯。陈贵福把子弹交给了陆成，但又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他也好想上山打猎，但是他现在是村长啊，1个月也领着工资，家里能过得去，没必要冒险进山去搏命。随后陆成就背着猎枪，拿着子弹往家中走去，而村长也把陆成成为公社猎人的事情通知了全村。妈，我二哥当猎户不好吗？您怎么一直哭着？三丫头，妈心里难过。二成，这是家里的鸡蛋，你拿上。大哥，你安慰一下咱们，我就先去庄稼地那边守着了。说完，陆成就背着枪直接出了门，接着就来到了庄稼地，大概守了个把小时，期间也就是些兔子之类的跳出来，看到人马上就跑了。正在陆成以为今天守着野猪不敢来时，谁知草丛里突然冒出一头野猪来，陆成赶忙把枪给他开了一枪。在那个饥荒交恶的年代，地里的庄稼常年遭受野猪群袭击，而陆成成为守村人的第一天，就撞上了这野猪群。领头的野猪一个闪躲，子弹竟然没有打中他，于是陆成再次开枪，后面的一只野猪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直接中枪倒地。领头猪见此情况，也只能带着1众的野猪朝着另一个村子的山上跑去。这么多的野猪，要是隔一段时间就猎到1头，那该多好啊！此时听到枪声的村长也是带着10几个壮汉子匆匆的赶来。二成，我听到枪声，你人没事吧？对呀，那枪声一响，我们就抄了家伙，小跑了过来。村长，我没受伤，那野猪群跑了，我只打伤了1头野猪。野猪受了伤，生性凶猛，快请那个张屠夫过来，得让他宰了这野猪。我去喊张屠夫。随后那个说话的壮汉就快步的回村了，而其他的人都围在一起，把野猪给绑了起来，用大的粗树枝把野猪扛到了村里的场里。陆成看到这里没有他能帮上忙的，他又提了枪往野猪走的方向追上去。刚刚到达那个村里的山边上，就看到那些野猪像是啃食着红薯，吃一口就拱下一个。陆成二话不说，朝着野猪就来了一枪。中枪的野猪只是后腿受伤，跑得很慢。都说老实人不能太老实，现在村里有1头野猪在宰杀，这只我悄悄的卖掉，就能给家里多添置点心用品。思考片刻后，他把野猪赶到了一处山洞中，受伤的野猪在山洞里趴着不动。陆成见状，果断抽出腰间的长刀，一个飞快的冲刺，野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结果了。看着已经没有气息的野猪，陆成高兴的大笑了起来。随后他就把野猪扛起来，往下山的方向走去。因为是倒卖野猪肉，所以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菜市场里卖，所以他就悄悄来到卖猪下水那里。野猪肉敢不敢收？兄弟，我能看看货吗？目测有200斤左右，兄弟，一口价260元。成交。随后陆成拿着钱就来到了服装店，给家里都定制了一套衣服后，又再买了一大包的棉花和几尺的好布回去。在路过糕点铺子的时候，他上前说：来几新的糕点。大兄弟，这是家里办喜事，要哪一种糕点？都装一点，把最好吃的多买一点。好嘞，那板酥和绿豆的最好，特别多人喜欢吃，我给你装多一点。老板娘的纤手细而白嫩，陆成看得心里微痒了下，但是马上别开了眼。大兄弟，红豆的要不要也来一点？蒸，来几块？这里一共13元。随后陆成给了钱，赶紧就往回家方向走去。路程中有好几次的回想到女老板那微笑，不禁暗自勾了下嘴角。前一世被庆奶奶冤枉入狱，这一世我绝对要好好的照顾家里人。
桑叔，哎，二成呐，你守庄稼守得好呀！三叔这是来多谢你的。这个三叔无利不起早的，这会送礼，应该因为今天凌晨那一次野猪死在他地里。三叔客气了。那二成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那不送了，三叔慢走。这小子，我就是客套一下，你就把礼品收了，我回家怎么和老婆交代啊？陆巡言，你礼品呢？呀，疼，你放手！你这杀千刀的，那礼物是我准备给我娘家妈送的，你却送了那一家人没用的货。你也不要动不动就哭，你可以把村里分下的肉送一半给你娘家吗？唉，这肉也不多，那礼物可是做汤圆的白糖、黑芝麻、洗发水20袋呢。送肉也不是一样吗？陆巡言也是气得进了屋里，本来过去答谢就是客套话，结果陆成却把礼品给收了。随后何桂梅也只能拿着家里的肉来到了娘家。妈，我跟你说，那个陆成真是个黑心娃。你想呀，以前一家人没有分家时，他哪里打过猎？现在呢，不久前我刚看到他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提着东西回去。嚯，这个小兔崽子翅膀硬了，不好拿捏了。我这个三婶自然吃不上他的什么好处，但是现在村里给他们家里分了双份肉，也不见陆成拿他的肉出来孝敬你。嚯，这不是还没有到中午饭，我再等等。那么你慢慢等，儿媳的肉就放在这里了。于香兰看一眼何桂梅的肉，心里微略的满意了一下，而何桂梅也是对自己挺狠的，为了讨好于香兰，她又切了1/2的肉提过来了，所以她自己的家里的肉只有1小份。你个败家的玩意，你要让妈去拿捏那个二成，你也不用自己的脑子想想，那一家人都分出去了，是谁能拿捏得了呢？好，反正送出去了，要拿你自己去拿，反正是你吗？不是我吗？说完，何桂梅进了厨房去下米包饭，心里却是气得不轻。想想以前吃一次肉多难，现在她陆成分家后，大包小包往家里拿东西回。何桂梅是越想越不甘心，而陆巡言在小院里走了几圈，思来想去，叹气道：桂梅，我跟你说，要不咱们也分家？真的吗？只是这样，你以后早上就得自己起床做早饭了，你可愿意？愿意的，十分愿意。你要知道，跟二嫂一起做早饭，我处不得劲，她还不乐意，我早就想分家了。得嘞，你同意就好。陆巡言心里一想，这可太好了，这以后他妈就不会怪他了。随后陆巡言把妍妍使劲的揉了揉，装成了一副刚刚哭得挺凶的样子，便来到了于香兰的房间去。那您三儿媳妇她太凶了。桂梅人不错，又给你生儿育女的，认着点。那您看看，我这耳朵都快让她拎掉了。哎呦喂，这个杀千刀的太狠心了。那您再不给我们分家，我可得被天天挨打。这个臭婆娘，我把她痛打一次，为我儿出气。那千万别啊！你知道我的儿子女儿也要骂。于香兰心里不舍得跟儿子们分开过，因为她年纪大了，如果没有分家，最少地里的活还有吃喝都能有儿媳妇管。她现在后悔了，早知道当初对陆巡风那一家人好一点。不分家，除了这个，别的妈都能考虑。那凭什么老大家能开家，我们却不能？不能就是不能，没有为什么。那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依。对，我老二家也不依。妈，我们都想分家。唉，你们真是不懂，我这么跟你们说，我们是亲戚一家人，但是陆巡风他不是。顿时一家人的脸色都震惊的瞪眼，张嘴的都有。而门外，陆成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收住了脚步。我冒着生命危险进山打猎，猎到的野猪本想着给奶奶他们也拿点肉，怎料刚到门口就听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竟然我爸不是奶奶亲生的，那爸的亲生父母又是谁呢？陆成很想进去问问，但是仍然耐着性子的守在门侧。而这时老三陆巡言出来打开门看了看，没有发现陆成，便又折了回去。那没外人，你说说大哥的身世。那一家人都是供，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供生的孩子都不能带在身边。恰好我结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所以就说养你们大哥。这个是那个女人临走的时候放在陆巡风的身上，说让他带在身上，日后也好有个相认的念想。那这个东西让我保管。不成，这个让我保管，谁知道你会不会私自去相认？你们千万不能去相认，那陆巡风的身上有一处胎记，听说与那位供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如果想冒认，就得从长计议，最少胎记得一模一样的。这个办法总会有的。陆成在小缝隙里看了一眼，那是一个刻了风字的子弹头。看来今天夜里得去一趟于香兰的房里，把那个属于爸的信物拿到手。晚上，陆成在于香兰房间的窗口边点了一炷迷香，大概过了5分钟，陆成就悄悄地推开了房门，进入了于香兰的房间里面，在枕头下的地方寻到了那颗刻有疯子的子弹头和一个旧荷包。陆成想来这样精致的荷包肯定不是于香兰的，所以把子弹头和荷包一并调包取走了。想用我的亲爷奶的子弹头去认亲，只怕这个假的子弹头会让你们在亲爷奶的面前暴露你们野心。做完这一切后，陆成就悄悄地离开了。为了防止于香兰挨家的寻找，
他直接来到了县城的邮政，签了一个保管物品的单子，把2样东西存在了邮政，付了1年的保管金后，陆程从银行出来时，心里还是沉了沉。这个于香兰的心机还真深沉，如果不是我去送肉，无意之间听到爸的身世，只怕于香兰一辈子都不会让我们这一家人知道的。陆程想了想，为什么于香兰只偏爱2叔3叔家，原因竟是他们这一家不是亲生的。想明白的他也是自嘲一笑。不久后，陆程回到了家中，看到家里被砸得乱七八糟，于香兰还在拼命的骂：快叫陆程出来，就他的身上我没有搜了。陆程极快的把存折偷偷塞在旁边的草垛里，就走了过来，刚好于香兰就看到陆程回来了。好你个陆程，你是不是昨天到我那屋了？奶，我怎么能进你屋？我得守夜，您忘记了呀？那2成是守夜人，他有正经工作，不会偷拿你的荷包的。我的荷包里有5块钱不见了，你是不是拿了？我自己有工资，1个月10块呢，会看上你的5块钱吗？于香兰其实是因为他去他2个儿子家找遍了，连个踪迹都寻不到，还是陆老三给他说会不会是陆程拿走的，这才让于香兰急得过来寻。接着于香兰马上在陆程的身上搜了搜，但是什么都没有，这让他的一切指望一夜之间都没有了。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拿走了我的东西，我一定撕碎他。这时村长闻声赶了过来：于香兰，你把陆老大家打砸了，你得赔偿。这个是陆老2和陆老3干的，让他们赔就是了。村长，我马上回去拿东西来抵。而陆程的眉宇微拧了下，我明明放了1个旧的子弹头，为什么于香兰还是闹到我家来了？还有那个荷包，我也让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放回去了。郭秀秀看着陆程的样子，担心道：2成，你没事吧？妈，放心，我好着呢，咱们进屋吧。而这边于香兰回到了家中，这时陆老三也匆匆地跟着他进了屋。那你刚刚太失分寸了，是我一早把你的东西拿了，您看看你闹的。让我看看东西。东西在这。你为何不说一声就拿走了？那我不是怕老2来争吗？不过嘛，这下也好了，老2知道了东西丢了，日后我认了新爸妈，我肯定接您过去享福的。那你过来，我把你的后背纹一个与他们那一样的胎记。那您对我可真好。而他们的对话恰好被窗户下的陆程看到。原来是你陆老三做的怪，目的就是要私下去认亲。陆老三，你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人啊。陆程在回去的路上思考着，自己现在干着守村人的工作，肯定是走不开的。那去寻亲的事就只能让他大哥去。接着陆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陆燕。陆燕听后也是大吃一惊，难怪最近于香兰与陆老三天天一起，好像特别小心的防着我们，原来是准备去认亲。所以大哥，你要尾随三叔，不能让他发现你。放心，我懂。随后几天，陆老三终于筹够25元路费，提着一个大包就往火车站方向赶去。而陆燕也早已准备好，所以当陆老三一走，他也马上就跟上去了。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这边陆程手里拎着一只野兔子和一只野公鸡就往家里的方向走去。二哥，今天又打到猎啦？这是一只野兔子，另外一只野公鸡。2成，那是不是准备明天拿去卖了？妈，咱爸身体要紧，先把那只大公鸡宰了，野兔子明天我去卖了。那行。说完，郭秀秀拎着大公鸡就往厨房里去了，而陆寻风正在厨房里烧着锅。秀秀，那2成以前也不见他会打猎，这孩子也是被逼得上了山，守夜人会不会太难为他了？谁说不是呢？守夜人以后只怕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看看有没有你娘家的亲戚给相看相看。他爹2成说了，让燕儿先结婚。兄弟2个感情深厚，燕儿去做什么了？燕儿说了，他有事出门去了，估计短时间不回来。这孩子杀大公鸡又没吃上。陆寻风盯着锅里的大公鸡，直咽了口水。郭秀秀把旁边的另一个锅里揭开，那里一盆的蒸米饭，香的顿时让人入迷。不一会的功夫，就把饭菜给做好了。随后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在桌子上面吃着饭。吃完饭后，陆程又带着猎人的猎枪及工具上了山。他知道，在这红薯收成的时候，就是野猪频频到庄稼地里抢食的时候，所以在晚上差不多1点的阶段，一群野猪又在拱了一户人的红薯。但是野猪刚刚拱了一会儿，就让巡查的陆程给逮了个正着。他马上对准了一头野猪。这野猪太狡猾了，竟然让他们跑了。陆程故意声音喊得响亮，而他几乎就是脚步飞快的到了倒地的野猪面前。他悄悄地把野猪扛起，马上用脚把地里染血的地方给处理了，掩盖痕迹后，他准备再次把这头野猪弄到黑市上面去卖，为自己一家人准备一点财富。我只是来趟黑市卖野猪肉，没曾想会因为买鸡蛋的事情，让我从此多了个老婆。大哥哥，你要买鸡蛋吗？你这里有多少鸡蛋？大哥哥，我们这一篮子鸡蛋有37个，我们就按35个卖给您，您看可好？不必，就按37个卖，多少钱一个？3分钱一个。好，这里是1块2毛钱，你接着，这篮子我下回还给你。陆程把钱留下，自己就提了鸡蛋离开了。大
大哥，我们有1块钱了，这样咱们家大姐姐就可以吃药了。走，快回去。而陆程提了鸡蛋，悄默声的跟在3个小孩子的后面，来到了一处小院。刚才问你的家大人呢，你们不吭声，是不是家里大人生病了？不要你管，你别进来。大哥哥，您救救我们的大姐姐，她生病了。她在哪里？大姐姐在房间里。陆程进去，看到一个年轻娇美的女孩子，双眼紧闭，嘴微微起皮，一副生了大病的样子。好烫，得赶紧去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行，我们没有钱。傻小子，你跟着我，我有钱。丫头，你在家看着你弟弟。好，大哥哥，你一定要救救我大姐。陆程把床上的姑娘抱起来，很快就送到了县里的医院。医生给姑娘做着检查。我去弄一点白粥汤喂她喝，你要不要？大男孩子没有吭声，眼神却防备地盯着陆程。不，我没钱。放心，让你吃饱，不会要你钱。陆程也不是什么大善人，因为他在前1世的时候就听说一条消息，县城有一个小女孩子卖鸡蛋，3个孩子和一个大姐姐都让人给糟蹋了。现在算是自己救下了这4条命，但是陆程还不放心，赶紧给老板说送2碗白粥上去后，就匆匆的回他们的家中去。刚到女孩家门口，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翻他们家的院墙，陆程直接抓住那翻墙贼的屌，一下子拽了下来，拳头一顿的输出。你竟然爬人家院墙，你是第几次爬？第1次爬，我就是听说这个小妞病了，想进去看看。你是想进去欺负她吧？没有，我不敢的。你会不敢？哼，送你去公安局。随后帽子叔叔那边以入室盗贼名义给他抓了，而陆程提了一袋麦乳精走到旁边的邻居家里。你谁呀？您好，大嫂，我是旁边的这家人的亲戚，他生病了，住在医院里，想麻烦您照顾一下家中的2个小孩，这一袋麦乳精就当谢礼。妇女一听有麦乳精当谢礼，顿时喜的眉毛都挑了起来。交给我，保管帮你照顾好的。大嫂怎么称呼？爹，我叫柳如烟，就住在这沈双的旁边。原来你是他对象啊！陆程听到对象2字时微笑了下，没有否认，因为柳如烟看到是他抱着沈双去的医院，如果他不承认是对象，那肯定有人会在背后说沈双的闲话，这样沈双的名声就臭了，所以这个对象就暂时先认下了。安顿好后，陆程再次来到了医院，看着桌子上的白粥和菜都没有动，便问道：你怎么不吃白粥？等你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你姐姐。你上哪里了？我回你们家了，让隔壁的柳大嫂照顾你们的妹妹和弟弟了。他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你给他东西了？一袋麦乳精。你真舍得。不过谢谢你送我姐姐来医院，我后面可以给你做事，偿还这个医药费。你小子，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能帮我什么。这时病床上的姑娘微微的睁了眼睛。我在哪？姐，你真的醒了？你现在在医院？你哪里来的钱送我到医院来？是他送你来的。高烧40度，你要是晚来一点，估计有生命危险的。谢谢你。刚刚醒来，估计要伤小姐，你让你对象扶你过去吧。我不急。沈双感觉到太害羞了，她是很尿急的，但是让第1次见面的男人来扶，真的太难为情了。没事，我帮你到洗手间门口就行了。你这对象真忠，一直忙前忙后的，真不错。沈双一脸茫然，她病一场，竟然多了一个对象了。特别重要的就是，她明明都没有钱住院的，如果她有钱，就会早一点来住院了。现在欠了他多少钱？难道真的要以身相许才能还吗？这个住院的钱，我能以后慢慢还吗？可以，你如果没事了，我就先回家，这里有5块钱，你拿着用。沈双的手慌了，她真的没有想到，一个男人竟然为她做到这样的地步。你是哪里人？我叫陆程，你要想找我，就到柳叶村来。不是说农村人都很困难吗？他怎么能这么大方？你把钱给我了，那你自己呢？你是县城的人，可能以为农村都是穷人。我只是觉得农村挣钱更难，没别的意思。天色不早了，我得回村守夜。他竟然还是村里的守夜人。姐，你要不要嫁给救你的陆程大哥？他可比这几天一直没有出现的郑感强太多了。沈双也明白，郑感一直在追求他，也是一名教师，但得知婚后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就有点不愿意，说是干脆让他送到福利院去。今天他送你来，药都喂不进去，要不是他一嘴毒药，你怕是小命都没了。姐，你别怪我，我只想要姐活下来，我同意的。别提了。而这边陆程回来就往山上巡视，敏锐的感觉告诉他危险即将来临，于是陆程马上握紧了枪杆，朝天开了一枪。只见远处山坡上一只野狼吓得赶紧逃跑。随后这一夜都无事发生。次日，休息好的陆程再次往医院方向走去。我不住院了，我得回家去工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这身体最少还得输液3天才能出院。我没钱了，不住了。接着住，这药费我来出。陆程的声音在护士与沈双的身后响起，而沈双一脸的为难。我欠你太多了，不好。以后慢慢还，快吃午餐。
怎么是2份？你不吃吗？我在家里吃过了面条，我觉得面条很好吃，就给你和小栓打了2份。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还得清？沈双也明白，这个陆程8成就是看上他了，因为昨天夜里护士说那个陆程毫不犹豫就给他掏住院，所以沈双想想心里还是挺甜蜜的。小栓，你说要是姐姐嫁到陆程那里，你们愿意去吗？姐去哪我们就去哪。今天去查了下住院费用，差不多有30几块钱，后面还有3天，我怎么能还得起？看来也只能嫁给他，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双儿，我已经交了住院费用了，明天我还会来。我都感觉到身体好多了，不必住院了。不行，多住几天，让身体好好缓缓劲。对了，你家里父母呢？父母都不在了。别哭，是我不应该问的，对不起。没关系，就是心里难过而已。我只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工资也就刚好糊口，还你的钱只怕难上加难，不如什么？不如我嫁给你，这样抵了这债，你看行吗？娶你的话，我会给彩礼，你先跟我处处看，如果不合适，我不勉强你。沈双的眼泪再一次滑落，他是对陆程暂时还没有感情，只是想着得用一生去还，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大的度量，而郑感有工作，却1分钱都不舍得给他花。你娶我的话，就得跟我一起养活他们，你不会嫌弃吗？不嫌弃，不嫌弃，你也别抠了，一会护士以为我欺负你了。谢谢你，程哥。陆程心里微软了下，沈双竟然喊他程哥。娄大嫂，隔壁的沈双呢？沈双让他的对象抱走了，听说病得挺重的，在医院里面。他什么对象？我只是在黑市卖了一头野猪肉，却意外救下了一个高烧的女孩。女孩醒来嚷嚷着要做我老婆，但她的追求者得知后，竟想来找我麻烦。你就是沈双的对象？你是谁？大哥哥，他是郑感。臭小子，你应该叫我郑大哥。沈双下意识往陆程的身后躲了下，似乎有一点害怕他。你好，我是沈双的对象陆程。我是沈双的同事郑感。2个男人都眼神交锋了一下，陆程眼神透着一抹的果决，而且有杀气。郑感一瞬间就遭不住，眼神闭了下。听说沈双病了，我来看看他。看病人不是应该带一点礼物？你这空手来的。我的礼物在自行车上。郑感只能把放在自行车上的几根香蕉给提了下来。小沙，接过郑大哥的礼物，拿去跟你妹妹和弟弟一起吃。那我去医院看看沈双。不过沈双不喜欢空手的客人。我会带礼物的。这女人，我才冷落你几天，你就耐不住寂寞了。大哥哥，你快去医院守着我姐，这个郑感一直追求我姐。有一些事必须让你姐自己决定。陆程明白，如果他去了医院，沈双为了还他的恩情，自然会跟他一起，而他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郑感，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是不是因为我这几天不在？不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这个人，而且我现在有对象了，你不要来找我了。双儿，我真的有事才离开了，不是不管你的。不必解释了，我决定了跟陆程谈对象，你就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你的。东西你带走，我不要。沈双算是看清了郑感的心思，他哪里是喜欢他呀？明明就是自私自利的男人，一个几次3番让他舍弃自己弟妹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对他一辈子好？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转眼就到了沈双出院的这一天。你以后怎么办？还准备在县城教书吗？我想去你们村里教书，这样离你近一点。那这样不是你每天的路程会很长？我把这边的房子退了，去你们村里租一套。不用租，你如果信得过我，我就带你回村里住，只是住在半山上，你愿意吗？都处对象了，我也不怕你吃了我。好，我一会叫一辆车来，把你们都拉上。那我现在回去收拾一下。随后，陆程就带着他们坐着一台农用3轮车来到了村里。三丫在场子里玩，看到汽车，激动的上前去。阿哥，是我阿哥。三丫，快来，叫双姐姐，这个是小双哥，这个是小香妹妹，这个是小童弟弟。双姐姐，小双哥，小香妹妹，小童弟弟，你们好。三丫好。三丫姐姐好。走上咱们家。我们直接上你那半山上住，这东西就一次搬上去。这东西我自己一个人拿上去，你们跟三丫先去家里。随后陆程就把东西送完，便抄近路回到了家里，而陆寻风在厨房里急得烧锅，那脸上的笑意就没有下去过。傻老头，你激动个啥？那女娃真漂亮，我儿子将来要是娶了她，我做梦都笑醒。说完，两人更加卖力地做着饭。不一会，餐桌上每个碗里都握着一个荷包蛋，汤鲜味美，简单的一碗面条，但是吃出了星级的味道。这就是家里的温馨。吃过晚饭后，几人便回到了半山上的房子。而这时陆程背着枪就上了山，恰巧遇到野猪群刚砍完庄稼离去，于是陆程一路追上，
却看到前面有几头野山羊正在低头的吃着草。他果断地开了枪，一头最肥的野山羊倒在地上，旁边还有2只小野山羊，咩咩的叫个不停。陆程来到死掉的野山羊旁，直接扛起后，牵着2只小山羊就回了家。次日天一亮，陆程卖了野山羊，又买了点东西就回了家。院子里孩子们在喂着小羊，而沈双正在厨房里做着饭。双儿，我回来了。你上午要睡觉，一会赶紧吃了去睡。双儿，你脸上有灰，我给擦擦。还有吗，成哥？这时陆燕也来到了院子里。大哥，你可算回来了。2成，我尾随三叔过去找到了那家人，户主叫户仁和，但是不在家。我把东西交给那个仆人后，没敢多留，就回来了。大哥辛苦了，这是给你盖小房子和娶媳妇的钱，你拿着。怎么这么多钱？嗨，亲兄弟，有我帮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陆燕眼微红了红，但是忍着没有流泪。她其实与那个姑娘私下里有说过几次话，但是那姑娘唯一的要求就是不与婆母一起住，而且还要有自己的房子。却不，刚好陆程雪中送炭。傍晚，陆程再次上山守夜，却看到陷阱里又猎到了一头极肥的鹿，而且同时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在陷阱旁边躺着。狐狸感觉到有人靠近，紧紧地缩成一团。陆程看到他，心里一悬，赶紧把鹿扛了就跑了。但是那只狐狸却是一直跟着他回了家。随后陆程把鹿的内脏割了一小块放在白狐的身边，狐狸闻了下，就豪气地吃了起来。我说山神老爷子，您老快回山里吧，我这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养活您老。小白狐听到这话后，没好气地用爪子指了那头被处置过的鹿。陆程瞬间就明白了，感情这鹿算是小白狐入伙我家的伙食费。随后白狐狸吃饱了饭，又再次带陆程来到了山上，在一处凹山窝处就发现了2头不大的野猪，大概只有20-30斤重，睡得跟死猪一样。陆程见状，直接把2头小野猪带回了家，放在猪舍里。隔天一早，陆程家里又养上小野猪的事情被村民发现，都投来了羡慕和眼热的目光。但是一些理智一点的村民都只是嘴上羡慕，而二叔陆寻望就是那个傻愣吧唧的人，拿着麻绳就上了山里去套野猪，在山的边沿上等了好久，也没有见到野猪的影子。而此时一边盯着他很久的独狼口水直流着，悄悄地靠近他的那个方向。陆寻望一边走，也没有注意他身后的独狼，还骂骂咧咧地说：哼，这个陆程真是邪门了，他上山每次都能猎到兔子或是野鸡，现在竟然还有2头小野猪，真是他娘的见鬼！我上山随手就捡了2头野猪仔。村民得知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只有我那傻子二叔拿着绳子上山就想打猎，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你做什么？我可是你二叔。陆寻望直接感觉到自己全身麻木了，要顺着裤子流了一条线下去。我对男人没兴趣，但是这狼是我的。这里有血腥气，你再不走，一会应该还有狼会来。2成，这野狼你能给二叔几斤肉吗？这野狼我会交给村长，你找村长说去吧。说完，陆程就把野狼送到了村长的小院里。村长，这野狼刚刚差一点咬死我二叔，我用了猎枪把他打死了，这肉您看怎么分？陆寻望，你好好写一份检讨书上来，否则这野狼肉你们家就别吃了。为了得到狼肉吃，陆寻望也只能乖乖照做。寻言，幸好你会写字，不然哪这野狼肉咱们家算是无缘了。这恶心奶奶也是恶心到家了，还惦记着野狼肉，你就不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这陆程多傻，他就不会私下跟我们分了。陆程是守夜人，他猎的大猎物都是咱们村里的，怎么能私下分？怎么不能？他要是入夜扛野狼下山，那肉我们可以得到1半多。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隔天一早，白狐爷又给陆程抓了2只野山鸡，还收获了一些鸡蛋。而此刻白狐爷使劲地刨着野鸡窝，陆程看了他一眼，也学狐狸的样子在那里刨了几下，结果面前一个木架箱子出现，里面竟然有一堆的子弹和几把枪。陆程激动坏了，拿着野鸡，扛着木箱就回到了家里。双，我的饭有吗？当然有，快坐下吃。早餐过后，陆程再次背着枪来到了山里，看到一只肥野兔子在草丛里吃草，他瞄准兔子当场爆头了。当陆程正要走过去一看时，作为猎人的他突然察觉危险来临，只见一头硕大的野猪向他冲撞而来。陆程吓得赶紧跳上了树，因为他听到了一些有节奏的脚步声靠近，果然就有10几头狼围在野猪的周围。野猪看到狼群也是吼叫了一声，接着就对着狼群一个猛撞出去，野狼也随之追了上去。陆程看了看周围，他感觉野狼不会放过他，正当他悄悄地从树上滑落下来，4头野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陆程直接瞄准一个子弹直接穿入野狼的眼睛。另3头野狼有一点害怕地闻了闻同伴，随后就一只野狼离开。想要回去搬救兵，怎么可能？3头野狼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陆程明白这个是他的大收获，他快速地把野狼都绑起来，然后扛着就从隔壁村的村后下了山。这都没有死，难道这头野猪是那2只小野猪的母亲？野猪没有理会陆程，嗷嗷地发出低吼。而这时野猪舍里也传来了吼叫声，陆程赶紧把猪舍门打开，大野猪马上就进了猪舍里。
陆成看了看，把猪舍的房间紧紧的锁上。这可是引进来400斤的野猪啊，发财了！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咚咚咚的撞门声，沈双连忙走过去准备开门。别开门，双儿，怎么了？外面有狼，你在家看好孩子。这时，两个人都往门的缝中望向外面，只见外面围着10头左右的野狼。你快回去看好孩子。而此时，野狼也发现了他们。陆成选好最佳位置后，果断开枪。但是枪声并没有吓走狼群，反而激起狼群的愤怒。这样不行，得尽快找到狼王，不然就麻烦了。随后，陆成再次瞄准狼群，其中一只狼颇为显眼，陆成扣动扳机，一枪打爆了头。顿时，狼群失去主心骨，叫了几声后，他们就快速的离开。而村里的人听得外面没有狼叫了，但是个个也不敢放松，也不知道陆成他们一家人还活着没。村长放心，如果是陆成胜了，他应该会下来村里说一声，我们再等等。要是他死了，那只能说他自己能力不行。住口！陆成是个能力很强的猎人，他不会死。是狼王，呵呵，别怕，这狼王死透了。你们都没事吧？谢村长，他们都没事。这2头野狼你们拿去分了，我家里还有，就不用分给我了。随后几个大汉就把车上2头狼给卸了下来抬走。陆成推着车就返回了半山腰，把多余的狼肉弄上了平板车，就匆匆的来到了蔡清泉的家里。蔡清泉一看，2头野狼和2桶狼下水，这可是好东西，你放心，价格我给你一个公道的。蔡清泉拿了纸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其实陆成早就算好价格了，但是他忍着没有吭声。这2头狼肉加狼下水共计597块6毛，给你凑个整，600元。好，成交。陆成拿了钱，就去了合作社那边，买了一些过冬的衣物和腊味。在返回的途中，天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这让本来难走的路更加难走了。这暴雪天，成哥不知道回来了没？姐，要不要我去路上找找？正在这时，店里的门咚咚咚的响起。沈双，二成回来了没影？妈，我二哥还没有回来。耶，那你去迎一下二成，路上小心一点。好，妈放心，我会小心的。沈，你快进来烤火。而陆燕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看到陆成，他推着板车一路的艰难行走。二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们看天快黑了，你没回来，担心你呢，我就来看看。行，帮我推一段路，我实在是推得脱力了。随后2人也在天黑之前就回到了半山腰的小院。郭秀秀也把晚饭做好了。爸妈，大哥，你们晚上不下村里了，就在这里集结好了。婶婶不介意的话，跟我睡一个屋。不介意，爽哎。夜里大家都躺下了。沈双由于刚刚晚饭的时候喝的汤有一点多了，他要去厕所解决一下内题，结果就发现陆成也在院里。成哥，你在干嘛？他怎么出来了？这多尴尬啊！我想问你，油灯的灯油你放哪里？我那边也要加一点。你这个呆子，终于开窍了，我早就给你把灯油加上了。随后沈双拿着灯油就跟着陆成就来到了他的房间。我只是顺手就下了这个女孩，她却要执意要跟我回家。半夜我随口说了句灯油没了，她竟拿着灯油来到了我的房间。成哥，灯油加好了。你要不要在我房间里看一会儿书？好。接着他就挑了一本书，坐在了我对面旁边的凳子上。我依然津津有味地看着书，这也让他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这个臭陆成，我这么大一个姑娘在你房间，你竟然还有心思看书？我只是半夜起来小便，被他发现，为了掩饰尴尬，才说出来拿灯油。结果你半夜竟跑到了我的房间里面，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双儿，你看了什么书？怎么拿反了？可能是我有一点想读倒叙。成哥，你也是在读倒叙吗？陆成一听，马上看了看他的手中的书，两人顿时尴尬地坐在那里假装看书。沈双原本通红的小脸此刻变得更加羞涩了。成哥，我们这样没结婚就住在一个小院里，只怕以后会让人说闲话的。我也想好了，明天跟村长说，打个结婚报告出来。就这样结婚，不摆摆酒宴？要摆的，只是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我人都住你家了，还能反悔不成？陆成听到这句话后，下意识地过去吻了下沈双的小嘴。沈双一脸的情迷，小心脏扑通通的跳。双儿，我不会让你后悔的。我们改天，今晚人多不合适。成哥，我想在你房里睡。你倒是放得开，搞得我像是裹脚汉一样。上去吧，我搂着你睡。随后两个人在床上躺着，紧紧的搂着睡。这一晚，陆成却无法睡眠，抱着沈双熬到了天亮。次日，沈双以为自己是早上第一个起来的，结果他到了厨房一看，郭秀秀已经蒸上包子了。婶婶，您刚才没去我房间？没有啊，我直接到了厨房。沈双认为这未来的婆子心思正，能处，但是由于昨晚陆成没有碰她，这让她对自己的魅力也微微的担心。主要是前几天她去村里买鸡蛋，听到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史真香，一直对外说她是陆成未来的妻子。我不能胡思乱想，应该相信成哥。几人吃过早餐后，陆成就拿着东西前往了村长家，而此时史真香也回到了村里。妈，我二成哥呢？啥真相？你还二成哥呢？他现在家里住着一个嫩芽寺的县城里的女人，叫沈双。什么意思？我不是才离开家没多久，怎么二成哥会领了一个女人回来？我跟你说，
啥真相？不单单是一个沈双，还有沈双的2个弟弟和1个妹妹呢。什么？我去找二成哥。唉，你这丫头。史真香的妈还是乐意让女儿去争取一下，因为她知道那沈双肯定不是史真香的对手。开门，开门！我是二成哥的未来妻子，你是谁？你是史真香哟，看来是知道我啊。识趣的话就赶快搬走。我与成哥已经在村长那里登记结婚了，你这个所谓的未来妻子，怕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我不信，就算你跟二成哥扯了证，但是二成哥心里肯定有我的，你跟我二成哥也可以离婚的。史真香，我劝你回去好好照照镜子。你这个狐狸精，肯定是城里的男人玩烂了你，没人要了，你就来图我二成哥家的条件了。沈双虽然一开始确实是看中陆程人老实会养家，但是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经对陆程有了不一样的情感，而刚才史真香的话却彻底的激怒了他。你走不走？你等着！史真香气得不行不行的，但是现在他得赶紧回去烤烤火。而陆程回来看到沈双正在做晚饭，但是他的脸色微有一点生气的征兆。你怎么了，双哎？我看你脸色不对。我是生气了。下午的时候史真香过来了，沈双把今天史真香说的那些话全部都讲给了陆程听。陆程听后也是非常的气愤，不单单要泼他洗脚水，还得泼他猪尿呢。你比我还狠，那你对史真香没有那层意思吗？我没有，对他我都避之不及。这还差不多。成哥，弟弟妹妹都还在，别这样。沈双真的不敢跟陆程搞这种亲密接触了。上次跟他睡一夜，结果醒来第2天，那下处流了1天的水，尴尬到了极致。二成，你在家吗？大哥，你找我什么事？二成，现在奶奶来找我们爸了，让咱们爸给他每个月付2块钱的生活费。这个老东西，他凭什么？走，大哥，我们现在过去。你个老东西，处处打压我们家，你不就是欺负我爸老实？你有3个儿子，凭什么只让我们家出生活费？二成哥哥，你别生气了，咱们好好说。发车啊你，站一边去！简直没有天理！我是他亲奶奶，你看看他，竟然骂我。二成还只是骂你一句，要是换了我，直接就上手打了。反正说不通就打到父为子。就是，还说亲奶奶，明明不是。你可别乱说话，陆寻风就是我亲生的，我亲生的。谁说是你亲生的？我可以作证，陆寻风是那个护人和的儿子，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谢谢何奶奶。好孩子，你们家没有欠他的，相反，他名下的许多的土地都是。何桂梅，你答应过我不把陆寻风的身世说出来的。于香兰，你不必这样阻止何奶奶。何奶奶，您说，当年你就是把陆寻风从我手中抢过去的。还开口跟护大哥拿了几10块钱，这才买了你名下的那么多的土地。何桂梅的话顿时让围观的村民纷纷指责于香兰的不是，而于香兰整个老脸都涨得通红，气得上前准备厮打她。你个多管闲事的死婆子，我打死你！拉住他，快拉住他！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于香兰的身边就有好几个拉着她。何桂梅趁着这机会给于香兰脸上扇了几下。让你欺负他们。当村长来了后，一众人才在村长的威严主持下分开。都住手！这冬天了，本来每家每户都上山捞干树枝，你们可倒好，拉群架了，真有出息。村长，这实在是于香兰自己闹出来的事。刚刚发生的事，我也听二成说了，你也真是的，这个事早不说出来。在村长主持之下，把于香兰手里的18亩好地分了一半给陆寻风一家人，从此与他们家一刀两断，不再供养他。随后众人散去，而村长再次找到陆程。二成，我想让你肩负村里护卫队长之职，这样你也方便持枪。主要山里有亡命之徒，你把山里的猎物打了，他们那些人没有了食物，会出来报复你的。这些人一共有多少人？据说越狱出来的人就是有5个。这样我心里也有底了。村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护着村里的村民们。要是能找回我那被掳走的妹子就好了，可是7年了，只怕人都让他们糟蹋死了。村长的话让陆程心里也很难受，只能看着村长远去的背影。随后陆程就上了半山腰，但今天的山林异常的安静，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我只是来趟黑市卖野猪肉，没曾想会因为买鸡蛋的事情，让我从此多了个老婆。大哥哥，你要买鸡蛋吗？你这里有多少鸡蛋？大哥哥，我们这一篮子鸡蛋有37个，我们就按35个卖给您，您看可好？不必，就按37个卖，多少钱一个？3分钱一个。好，这里是1块2毛钱，你接着，这篮子我下回还给你。陆程把钱留下，自己就提了鸡蛋离开了。大哥，我们有1块钱了，这样咱们家大姐姐就可以吃药了。走，快回去。而陆程提了鸡蛋，悄默声的跟在3个小孩子的后面，来到了一处小院。刚才问你的家大人呢，你们不吭声，是不是家里大人生病了？不要你管，你别进来。大哥哥，您救救我们的大姐姐，她生病了。她在哪里？大
大姐姐在房间里。陆程进去，看到一个年轻娇美的女孩子，双眼紧闭，嘴微微起皮，一副生了大病的样子。好烫，得赶紧去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行，我们没有钱。傻小子，你跟着我，我有钱。丫头，你在家看着你弟弟。好，大哥哥，你一定要救救我大姐。陆程把床上的姑娘抱起来，很快就送到了县里的医院。医生给姑娘做着检查。我去弄一点白粥汤喂她喝，你要不要？大男孩子没有吭声，眼神却防备地盯着陆程。不，我没钱。放心，让你吃饱，不会要你钱。陆程也不是什么大善人，因为他在前一世的时候就听说一条消息，县城有一个小女孩子卖鸡蛋，3个孩子和一个大姐姐都让人给糟蹋了。现在算是自己救下了这4条命，但是陆程还不放心，赶紧给老板说送2碗白粥上去后，就匆匆的回他们的家中去。刚到女孩家门口，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翻他们家的院墙，陆程直接抓住那翻墙贼的屌，一下子拽了下来，拳头一顿的输出。你竟然爬人家院墙，你是第几次爬？第1次爬，我就是听说这个小妞病了，想进去看看。你是想进去欺负她吧？没有，我不敢的。你会不敢？哼，送你去公安局。随后帽子叔叔那边以入室盗贼名义给他抓了，而陆程提了一袋麦乳精走到旁边的邻居家里。你谁呀？您好，大嫂，我是旁边的这家人的亲戚，他生病了，住在医院里，想麻烦您照顾一下家中的2个小孩，这一袋麦乳精就当谢礼。妇女一听有麦乳精当谢礼，顿时喜的眉毛都挑了起来。交给我，保管帮你照顾好的。大嫂怎么称呼？我叫柳如烟，就住在这沈双的旁边。原来你是他对象啊！陆程听到对象2字时微笑了下，没有否认，因为柳如烟看到是他抱着沈双去的医院，如果他不承认是对象，那肯定有人会在背后说沈双的闲话，这样沈双的名声就臭了，所以这个对象就暂时先认下了。安顿好后，陆程再次来到了医院，看着桌子上的白粥和菜都没有动，便问道：你怎么不吃白粥？等你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你姐姐。你上哪里了？我回你们家了，让隔壁的柳大嫂照顾你们的妹妹和弟弟了。他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你给他东西了？一袋麦乳精。你真舍得。不过谢谢你送我姐姐来医院，我后面可以给你做事，偿还这个医药费。你小子，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能帮我什么。这时病床上的姑娘微微的睁了眼睛。我在哪？姐，你真的醒了？你现在在医院？你哪里来的钱送我到医院来？是他送你来的。高烧40度，你要是晚来一点，估计有生命危险的。谢谢你。刚刚醒来，估计要伤小姐，你让你对象扶你过去吧。我不急。沈双感觉到太害羞了，她是很尿急的，但是让第一次见面的男人来扶，真的太难为情了。没事，我帮你到洗手间门口就行了。你这对象真中，一直忙前忙后的，真不错。沈双一脸茫然，她病一场，竟然多了一个对象了。特别重要的就是，她明明都没有钱住院的，如果她有钱，就会早一点来住院了。现在欠了他多少钱？难道真的要以身相许才能还恩吗？这个住院的钱，我能以后慢慢还吗？可以，你如果没事了，我就先回家，这里有5块钱，你拿着用。沈双的手慌了，她真的没有想到，一个男人竟然为她做到这样的地步。你是哪里人？我叫陆程，你要想找我，就到柳叶村来。不是说农村人都很困难吗？他怎么能这么大方？你把钱给我了，那你自己呢？你是县城的人，可能以为农村都是穷人。我只是觉得农村挣钱更难，没别的意思。天色不早了，我得回村守夜。他竟然还是村里的守夜人。姐，你要不要嫁给救你的陆程大哥？他可比这几天一直没有出现的郑感强太多了。沈双也明白，郑感一直在追求他，也是一名教师，但得知婚后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就有点不愿意，说是干脆让他送到福利院去。今天他送你来，药都喂不进去，要不是他一嘴毒药，你怕是小命都没了。姐，你别怪我，我只想要姐活下来，我同意的。别提了。而这边陆程回来就往山上巡视，敏锐的感觉告诉他危险即将来临，于是陆程马上握紧了枪杆，朝天开了一枪。只见远处山坡上一只野狼吓得赶紧逃跑，随后这一夜都无事发生。次日，休息好的陆程再次往医院方向走去。我不住院了，我得回家去工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这身体最少还得输液3天才能出院。我没钱了，不住了。接着住，这药费我来出。陆程的声音在护士与沈双的身后响起，而沈双一脸的为难。我欠你太多了，不好。以后慢慢还，快吃午餐。怎么是2份？你不吃吗？我在家里吃过了面条，我觉得面条很好吃，就给你和小栓打了2份。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还得清？沈双也明白，这个陆程8成就是看上他了，因为昨天夜里护士说那个陆程毫不犹豫就给他掏住院，所以沈双想想心里还是挺甜蜜的。小栓，你说要是姐姐嫁到陆程那里，你们愿意去吗？姐去哪，我们就去哪。
今天去查了下住院费用，差不多有30几块钱，后面还有3天，我怎么能还得起？看来也只能嫁给他，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双爱，我已经交了住院费用了，明天我还会来。我都感觉到身体好多了，不必住院了。不行，多住几天，让身体好好缓缓劲。对了，你家里父母呢？父母都不在了。别哭，是我不应该问的，对不起。没关系，就是心里难过而已。我只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工资也就刚好糊口，还你的钱只怕难上加难，不如什么？不如我嫁给你，这样抵了这债，你看行吗？娶你的话，我会给彩礼，你先跟我处处看，如果不合适，我不勉强你。沈双的眼泪再一次滑落，他是对陆程暂时还没有感情，只是想着得用一生去还，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大的度量，而郑感有工作，却1分钱都不舍得给他花。你娶我的话，就得跟我一起养活他们，你不会嫌弃吗？不嫌弃，不嫌弃，你也别抠了，一会护士以为我欺负你了。谢谢你，程哥。陆程心里微软了下，沈双竟然喊他程哥。娄大嫂，隔壁的沈双呢？沈双让他的对象抱走了，听说病得挺重的，在医院里面。他对象？他什么对象？我只是在黑市卖了一头野猪肉，却意外救下了一个高烧的女孩。女孩醒来嚷嚷着要做我老婆，但她的追求者得知后，竟想来找我麻烦。你就是沈双的对象？你是谁？大哥哥，他是郑感。臭小子，你应该叫我郑大哥。沈双下意识往陆程的身后躲了下，似乎有一点害怕他。你好，我是沈双的对象陆程。我是沈双的同事郑感。两个男人都眼神交锋了一下，陆程眼神透着一抹的果决，而且有杀气。郑感一瞬间就遭不住，眼神闭了下。听说沈双病了，我来看看他。看病人不是应该带一点礼物？你这空手来的。我的礼物在自行车上。郑感只能把放在自行车上的几根香蕉给提了下来。小沙，接过郑大哥的礼物，拿去跟你妹妹和弟弟一起吃。那我去医院看看沈双。不过沈双不喜欢空手的客人。我会带礼物的。这女人，我才冷落你几天，你就耐不住寂寞了。大哥哥，你快去医院守着我姐，这个郑感一直追求我姐。有一些事必须让你姐自己决定。陆程明白，如果他去了医院，沈双为了还他的恩情，自然会跟他一起，而他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郑感，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是不是因为我这几天不在？不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这个人，而且我现在有对象了，你不要来找我了。双儿，我真的有事才离开了，不是不管你的。不必解释了，我决定了跟陆程谈对象，你就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你的。东西你带走，我不要。沈双算是看清了郑感的心思，他哪里是喜欢他呀？明明就是自私自利的男人，一个几次三番让他舍弃自己弟妹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对他一辈子好？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转眼就到了沈双出院的这一天。你以后怎么办？还准备在县城教书吗？我想去你们村里教书，这样离你近一点。那这样不是你每天的路程会很长？我把这边的房子退了，去你们村里租一套。不用租，你如果信得过我，我就带你回村里住，只是住在半山上，你愿意吗？都处对象了，我也不怕你吃了我。好，我一会叫一辆车来，把你们都拉上。那我现在回去收拾一下。随后，陆程就带着他们坐着一台农用3轮车来到了村里。三丫在场子里玩，看到汽车，激动地上前去。阿哥，是我阿哥。三丫，快来，叫双姐姐，这个是小双哥，这个是小香妹妹，这个是小童弟弟。双姐姐，小双哥，小香妹妹，小童弟弟，你们好。三丫好。三丫姐姐好。走上咱们家。我们直接上你那半山上住，这东西就一次搬上去。这东西我自己一个人拿上去，你们跟三丫先去家里。随后陆程就把东西送完，便抄近路回到了家里，而陆寻风在厨房里急得烧锅，那脸上的笑意就没有下去过。傻老头，你激动个啥？那女娃真漂亮，我儿子将来要是娶了她，我做梦都笑醒。说完，两人更加卖力地做着饭。不一会，餐桌上每个碗里都握着一个荷包蛋，汤鲜味美，简单的一碗面条，但是吃出了星级的味道。这就是家里的温馨。吃过晚饭后，几人便回到了半山上的房子。而这时陆程背着枪就上了山，恰巧遇到野猪群刚啃完庄稼离去，于是陆程一路追上，却看到前面有几头野山羊正在低头地吃着草。他果断离开了枪，一头最肥的野山羊倒在地上，旁边还有2只小野山羊，咩咩地叫个不停。陆程来到死掉的野山羊旁，直接扛起后，牵着2只小山羊就回了家。次日天一亮，陆程卖了野山羊，又买了点东西就回了家。院子里孩子们在喂着小羊，而沈双正在厨房里做着饭。双儿，我回来了。你上午要睡觉，一会赶紧吃了去睡。双儿，你脸上有灰，我给擦擦。还有吗，程哥？这时陆燕也来到了院子里，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二成，我尾随三叔过去找到了那家人，户主叫户仁和，但是不在家。我把东西交给那个仆人后，没敢多留，就回来了。大哥辛苦了，这是给你盖小房子和娶媳妇的钱，你拿着。怎么这么多钱？嗨，亲兄弟，有我帮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陆燕眼微红了红，但是忍着没有流泪。她其实与那个姑娘私下里有说过几次话，但是那姑娘唯一的要求就是不与婆母一起住，而且还要有自己的房子。却不，刚好陆程雪中送炭。傍晚，陆程再次上山守夜，却看到陷阱里又猎到了一头极肥的鹿，而且同时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在陷阱旁边躺着。狐狸感觉到有人靠近，紧紧地缩成一团。陆程看到他，心里一悬，赶紧把鹿扛了就跑了。但是那只狐狸却是一直跟着他回了家。随后陆程把鹿的内脏割了一小块放在白狐的身边，狐狸闻了下，就豪气地吃了起来。我说山神老爷子，您老快回山里吧，我这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养活您老。小白狐听到这话后，没好气地用爪子指了那头被处置过的鹿。陆程瞬间就明白了，感情这鹿算是小白狐入伙我家的伙食费。随后白狐狸吃饱了饭，又再次带陆程来到了山上，在一处凹山窝处就发现了2头不大的野猪，大概只有20-30斤重，睡得跟死猪一样。陆程见状，直接把2头小野猪逮回了家，放在猪舍里。隔天一早，陆程家里又养上小野猪的事情被村民发现，都投来了羡慕和眼热的目光。但是一些理智一点的村民都只是嘴上羡慕，而二叔陆寻望就是那个傻愣吧唧的人，拿着麻绳就上了山里去套野猪，在山的边沿上等了好久，也没有见到野猪的影子。而此时一边盯着他很久的独狼口水直流着，悄悄地靠近他的那个方向。陆寻望一边走，也没有注意他身后的独狼，还骂骂咧咧地说：哼，这个陆程真是邪门了，他上山每次都能猎到兔子或是野鸡，现在竟然还有2头小野猪，真是他娘的见鬼！我上山随手就捡了2头野猪子，村民得知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只有我那傻子二叔拿着绳子上山就想打猎，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你做什么？我可是你二叔！陆寻望直接感觉到自己全身麻木了，要顺着裤子流了一条线下去。我对男人没兴趣，但是这狼是我的。这里有血腥气，你再不走，一会应该还有狼会来。二成，这野狼你能给二叔几斤肉吗？这野狼我会交给村长，你找村长说去吧。说完，陆程就把野狼送到了村长的小院里。村长，这野狼刚刚差一点咬死我二叔，我用了猎枪把他打死了，这肉您看怎么分？陆寻望，你好好写一份检讨书上来，否则这野狼肉你们家就别吃了。为了得到狼肉吃，陆寻望也只能乖乖照做。寻言，幸好你会写字，不然哪这野狼肉咱们家算是无缘了。这恶心奶奶也是恶心到家了，还惦记着野狼肉，你就不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这陆程多傻，他就不会私下跟我们分了。陆程是守夜人，他猎的大猎物都是咱们村里的，怎么能私下分？怎么不能？他要是入夜扛野狼下山，那肉我们可以得到1半多。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隔天一早，白狐爷又给陆程抓了2只野山鸡，还收获了一些鸡蛋。而此刻，白狐爷使劲地刨着野鸡窝。陆程看了他一眼，也学狐狸的样子在那里刨了几下，结果面前一个木架箱子出现，里面竟然有一堆的子弹和几把枪。陆程激动坏了，拿着野鸡，扛着木箱就回到了家里。霜，我的饭有吗？当然有，快坐下吃。早餐过后，陆程再次背着枪来到了山里。看到一只肥野兔子在草丛里吃草，他瞄准枪，这兔子当场爆头了。当陆程正要走过去一看时，作为猎人的他突然察觉危险来临，只见一头硕大的野猪向他冲撞而来。陆程吓得赶紧跳上了树，因为他听到了一些有节奏的脚步声靠近。果然，就有10几头狼围在野猪的周围。野猪看到狼群也是吼叫了一声，接着就对着狼群一个猛撞出去，野狼也随之追了上去。陆程看了看周围，他感觉野狼不会放过他。正当他悄悄地从树上滑落下来，4头野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陆程直接瞄准一个子弹直接穿入野狼的眼睛。另3头野狼有一点的出口，害怕地闻了闻同伴，随后就一只野狼离开。想要回去搬救兵，怎么可能？3头野狼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陆程明白这个是他的大收获，他快速地把野狼都绑起来，然后扛着就从隔壁村的村后下了山。这都没有死，难道这头野猪是那2只小野猪的母亲？野猪没有理会陆程，嗷嗷地发出低吼。而这时野猪舍里也传来了吼叫声。陆程赶紧把猪舍门打开，大野猪马上就进了猪舍里。陆程看了看，把猪舍的房间紧紧地锁上。这可是引进来400斤的野猪啊，发财了！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咚咚咚的撞门声。沈双连忙走过去准备开门。别开门，双哎！怎么了？外面有狼，你在家看好孩子。这时2个人都往门的缝中望向外面，只见外面围着10头左右的野狼。你快回去看好孩子。而此时野狼也发现了他们。陆程选好最佳位置后，果断开枪。
但是枪声并没有吓走狼群，反而激起狼群的愤怒。这样不行，得尽快找到狼王，不然就麻烦了。随后陆程再次瞄准狼群，其中一只狼颇为显眼，陆程扣动扳机，一枪打爆了头。顿时狼群失去主心骨，叫了几声后，他们就快速的离开。而村里的人听得外面没有狼叫了，但是个个也不敢放松，也不知道陆程他们一家人还活着没。村长放心，如果是陆程胜了，他应该会下来村里说一声，我们再等等。要是他死了，那只能说他自己能力不行。住口！陆程是个能力很强的猎人，他不会死。是狼王，呵呵，别怕，这狼王死透了。你们都没事吧？谢村长，他们都没事。这2头野狼你们拿去分了，我家里还有，就不用分给我了。随后几个大汉就把车上2头狼给卸了下来，抬走。陆程推着车就返回了半山腰，把多余的狼肉弄上了平板车，就匆匆的来到了蔡清泉的家里。蔡清泉一看，2头野狼和2桶狼下水，这可是好东西，你放心，价格我给你一个公道的。蔡清泉拿了纸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其实陆程早就算好价格了，但是他忍着没有吭声。这2头狼肉加狼下水共计597块6毛，给你凑个整，600元。好，成交。陆程拿了钱，就去了合作社那边，买了一些过冬的衣物和腊味。在返回的途中，天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这让本来难走的路更加难走了。这暴雪天，程哥不知道回来了没？姐，要不要我去路上找找？正在这时，店里的门咚咚咚的响起。沈双，2成回来了没影？妈，我2哥还没有回来。耶，那你去迎一下2成，路上小心一点。好，妈放心，我会小心的。婶，你快进来烤火。而陆燕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看到陆程，他推着板车一路的艰难行走。2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们看天快黑了，你没回来，担心你呢，我就来看看。行，帮我推一段路，我实在是推得脱力了。随后2人也在天黑之前就回到了半山腰的小院。郭秀秀也把晚饭做好了。爸妈，大哥，你们晚上不下村里了，就在这里集结好了。婶婶不介意的话，跟我睡一个屋。不介意，爽哎。夜里大家都躺下了。沈双由于刚刚晚饭的时候喝的汤有一点多了，他要去厕所解决一下内急，结果就发现陆程也在院里。程哥，你在干嘛？他怎么出来了？这多尴尬啊！我想问你，油灯的灯油你放哪里？我那边也要加一点。你这个呆子，终于开窍了，我早就给你把灯油加上了。随后沈双拿着灯油就跟着陆程就来到了他的房间。我只是顺手就下了这个女孩，她却要执意要跟我回家。半夜我随口说了句灯油没了，她竟拿着灯油来到了我的房间。程哥，灯油加好了。你要不要在我房间里看一会儿书？好。接着他就挑了一本书，坐在了我对面旁边的凳子上。我依然津津有味地看着书，这也让他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这个臭陆程，我这么大一个姑娘在你房间，你竟然还有心思看书？我只是半夜起来小便，被他发现，为了掩饰尴尬，才说出来拿灯油。结果你半夜竟跑到了我的房间里面，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双儿，你看了什么书？怎么拿反了？可能是我有一点想读倒叙。程哥，你也是在读倒叙吗？陆程一听，马上看了看他的手中的书，2人顿时尴尬地坐在那里假装看书。沈双原本通红的小脸此刻变得更加羞涩了。程哥，我们这样没结婚就住在一个小院里，只怕以后会让人说闲话的。我也想好了，明天跟村长说，打个结婚报告出来。就这样结婚，不摆摆酒宴？要摆的，只是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我人都住你家了，还能反悔不成？陆程听到这句话后，下意识地过去吻了下沈双的小嘴。沈双一脸的情迷，小心脏扑通通的跳。双儿，我不会让你后悔的。我们改天，今晚人多不合适。程哥，我想在你房里睡。你倒是放得开，搞得我像是裹脚汉一样。上去吧，我搂着你睡。随后2个人在床上躺着，紧紧的搂着睡。这一晚，陆程却无法睡眠，抱着沈双熬到了天亮。次日，沈双以为自己是早上第一个起来的，结果他到了厨房一看，郭秀秀已经蒸上包子了。婶婶，您刚才没去我房间？没有啊，我直接到了厨房。沈双认为这未来的婆子心思正，能处，但是由于昨晚陆程没有碰她，这让她对自己的魅力也微微的担心。主要是前几天她去村里买鸡蛋，听到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史真香，一直对外说她是陆程未来的妻子。我不能胡思乱想，应该相信程哥。几人吃过早餐后，陆程就拿着东西前往了村长家，而此时史真香也回到了村里。妈，我2成哥呢？啥真相？你还2成哥呢？他现在家里住着一个嫩芽似的县城里的女人，叫沈双。什么意思？我不是才离开家没多久，怎么2成哥会领了一个女人回来？我跟你说，啥真相？不单单是一个沈双，还有沈双的2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呢。什么？我去找2成哥？你这丫头！史真香的妈还是乐意让女儿去争取一下，因为她知道那沈双肯定不是史真香的对手。开门，开门！你是？我是2成哥的未来妻子。你是谁？你是史真香。哟，
看来是知道我啊，识趣的话就赶快搬走。我与成哥已经在村长那里登记结婚了，你这个所谓的未来妻子，怕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我不信，就算你跟二成哥扯了证，但是二成哥心里肯定有我的，你跟我二成哥也可以离婚的。史真香，我劝你回去好好照照镜子。你这个狐狸精，肯定是城里的男人玩烂了你，没人要了，你就来图我二成哥家的条件了。沈双虽然一开始确实是看中陆程人老实会养家，但是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经对陆程有了不一样的情感，而刚才史真香的话却彻底的激怒了他。你走不走？你等着！史真香气得不行不行的，但是现在他得赶紧回去烤烤火。而陆程回来看到沈双正在做晚饭，但是他的脸色微有一点生气的征兆。你怎么了，双哎？我看你脸色不对。我是生气了。下午的时候史真香过来了，沈双把今天史真香说的那些话全部都讲给了陆程听。陆程听后也是非常的气愤，不单单要泼他洗脚水，还得泼他猪尿呢。你比我还狠，那你对史真香没有那层意思吗？我没有，对他我都避之不及。这还差不多。成哥，弟弟妹妹都还在，别这样。沈双真的不敢跟陆程搞这种亲密接触了。上次跟他睡一夜，结果醒来第二天，那下处流了一天的水，尴尬到了极致。二成，你在家吗？大哥，你找我什么事？二成，现在奶奶来找我们爸了，让咱们爸给她每个月付2块钱的生活费。这个老东西，他凭什么？走，大哥，我们现在过去。你个老东西，处处打压我们家，你不就是欺负我爸老实？你有3个儿子，凭什么只让我们家出生活费？二成哥哥，你别生气了，咱们好好说。发春啊你，站一边去！简直没有天理！我是他亲奶奶，你看看他，竟然骂我。二成还自私骂你一句，要是换了我，直接就上手打了。反正说不通就打到扶为止。就是，还说亲奶奶，明明不是。你可别乱说话，陆寻风就是我亲生的，我亲生的。谁说是你亲生的？我可以作证，陆寻风是那个护人和的儿子，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谢谢何奶奶。好孩子，你们家没有欠他的，相反，他名下的许多的土地都是。何桂梅，你答应过我不把陆寻风的身世说出来的。于香兰，你不必这样阻止何奶奶。何奶奶，您说，当年你就是把陆寻风从我手中抢过去的。还开口跟护大哥拿了几10块钱，这才买了你名下的那么多的土地。何桂梅的话顿时让围观的村民纷纷指责于香兰的不是，而于香兰整个老脸都涨得通红，气得上前准备厮打她。你个多管闲事的死婆子，我打死你！拉住他，快拉住他！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于香兰的身边就有好几个拉着她。何桂梅趁着这机会给于香兰脸上扇了几下。让你欺负他们。当村长来了后，一众人才在村长的威严主持下分开。都住手！这冬天了，本来每家每户都上山捞干树枝，你们可倒好，拉群架了，真有出息。村长，这实在是于香兰自己闹出来的事。刚刚发生的事，我也听二成说了，你也真是的，这个事早不说出来。在村长主持之下，把于香兰手里的18亩好地分了一半给陆寻风一家人，从此与他们家一刀两断，不再供养他。随后众人散去，而村长再次找到陆程。二成，我想让你肩负村里护卫队长之职，这样你也方便持枪。主要山里有亡命之徒，你把山里的猎物打了，他们那些人没有了食物，会出来报复你的。这些人一共有多少人？据说越狱出来的人就是有5个。这样我心里也有底了。村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护着村里的村民们。要是能找回我那被掳走的妹子就好了，可是7年了，只怕人都让他们糟蹋死了。村长的话让陆程心里也很难受，只能看着村长远去的背影。随后陆程就上了半山腰，但今天的山林异常的安静，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看似平静的白大铎山，实则盘踞着一群亡命之徒。陆程因近期频繁进山狩猎，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双爱，立刻带孩子们去村里爹娘家避难，10分钟内必须撤离，有亡命之徒盯上我们了。我这就收拾细软带他们走，你千万当心。用地道出去。陆程掀开房间里的案板，那正是他凭借前世特种部队工兵经验，耗时3月在屋底掘出的生路。300米狭窄通道的每一铲土，都浸透着他预判危机的本能。待沈双他们走后，陆程也悄然潜到屋顶侦查，发现屋外却有5道黑影暗中逼近。大哥，我侦探过，他们现在全在这里。哼，这几个小丫头片子，等会儿看老子用抓石子儿、繁花绳的绝技，把你们玩的哭鼻子找娘。大哥，我有洁癖，可不可以先让我上？大哥，您留下最好看的，2个小的让我们几个玩玩啊。放心，少不你兄弟的好处。陆程原想打残这帮人送橘子，可听到他们说要糟蹋双儿和孩子，
瞬间红了眼。感动我老婆和亲人，那就别想活着离开。都给我小心一点！怕什么？一个守夜人，一颗子弹。匪徒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被陆成一枪打中了，直接倒地不起。老三，你咋了？麻蛋，大哥，老三心口中枪让人打嘎了。你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没有。快进去屋里抓住人质！老四和老五纵身翻墙，不料刚拖到墙头便仰面栽倒，两人后背赫然露出拳头大小的贯穿伤，鲜血喷溅间已无声息，最后剩下老大哥了。妈蛋，给老子干！这个匪徒有点东西，但是不多，呵，还想跑。血多！匪徒刚吐出2个字便倒地抽搐，口中涌出大量鲜血。陆成上前查验，确认几人已无生命体征，这才安心赶往村长家中。村长，我嘎了5个人。怎么嘎了人了？是谁？他们应该是山里的亡命之徒，包围了我家，准备对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下手。好，嘎得好！翌日清晨，村长便请来叔叔当即表彰陆成的英勇行为，并授予其持枪许可。陆成被正式任命为柳叶村安全护卫队长，每月可从橘子领取固定津贴，虽数额不高，却为村民提供了安全保障。为了村民的安全着想，大家要守口如瓶，因为狼火团还有其他的成员，希望大家不要走漏了消息。村民皆是朴实之辈，无人愿见狼火团踏足柳叶村。然而于香兰眼神透着异样，竟怨毒地扫向叔身侧的陆成一家人，他岂会容得陆寻风一家安生？你也看到了，半山腰上的陆成，这个狼崽子日子是越过越好，你们兄弟2个甘心一辈子让他给压着？反正不甘又能怎么样？又不能将他给弄嘎。妈，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何必跟我们2个转弯带拐角的？我是想把陆成嘎了那5个人的消息透露出去，不管是不是狼火团的人，只要说陆成坏话，说他放言，白大多的山里是他一个人的天下。妈，这个事咱们不能自己去转，非找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说。还是我的老三有头脑，这样明天我去榨一点麻叶拿回来，你让你的孩子在一些村里孩子面前说，老三你再编几句好上口的歌谣，让孩子们唱。没问题，这事就这样干了。此刻陆成浑然不觉危机迫近，载满狼肉的板车再度停在了蔡清泉家门前。我说你怎么才来啊？这不是山里大雪封山了，我要是不是想趁着过年搞一点钱，也不会出来了。兄弟，我们也是熟悉的人了，我跟说你，这野狼肉进过年，我给你算2块3毛1斤。成，明日此时我若未到，定是大雪封了山，否则必连日送狼肉上门。什么？兄弟，你家里竟然还有野狼肉？还有多少？蔡清泉眼珠瞪得老大，他惊呆了。现在酒楼里大量的收购野味，但是现在哪里有什么人敢上山里打猎？不瞒你说，我家野狼肉还有不少。兄弟，你明天尽量出来，我给你按2块6角，你看行吗？行，我明天一定来。随后陆成拿着钱，推着平板车就往回家走。二成外成你真行，蓝火5重算哪桩？山中守护谁担纲？除保咱2位成狼。这个歌谣是谁教你们的？二成哥，我也不知道。陆兰发疯一样挣脱了陆成的控制，快速跑回家里。让你去外面唱歌谣的，你为什么回来？二叔，原来真是你们在背后搞的鬼。什么搞鬼？我是你二叔，这歌谣是传颂你的丰功伟绩。如果没有猜错，你们就是想引出山里的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来村里。你想干什么？你别乱来。走，跟我去见村长。陆成将陆寻望如押解犯人般扭送至村长处，村长当即喝令村民将其按压在地。这是什么人编的歌谣？你要是不说，我就用枪打断你的腿。别开枪了，是陆巡言编的歌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他们一家现在已经进山里面了。他们进山几天了？我不知道。他们进山6天了。完了，要是让山里的山恶人都出来，我们村怕要有灭顶之灾。妈蛋，陆巡言竟抛下我独守村落，你自己却携带着余香兰妻儿乘火车投奔护仁河，让我在这里遭罪。把他押下去，关到小黑屋里。2名大汉押解陆寻望离去后，村长与陆成立即召集村中30余名青壮年，因枪支不足，最终仅配发至不足20人。今天夜里与山恶人的一场恶战是难免的了。很快，山上冲下来10几个穷凶极恶的人，他们穿着兽皮衣服，一脸的阴狠的样子。陆成带着30多个年轻汉子守在山口，村民们初看这么多恶人，吓得心里直打鼓，但看到陆成死守在关键位置，又想到身后就是自己的父母、老婆、孩子，谁也不敢往后退。若此刻畏缩，来日豺狼必更肆无忌惮。都给爷跪着出来！海池，收你们来了！这个山恶人带着10余名小弟浩浩荡荡的下山，扬言要屠光村子，甚至连鸡也不会放过。可是这次他们遇到的可不是以往懦弱的村民。都给爷跪着出来！山恶人刚刚喊了一句话，一枚子弹就飞入他的额头，应声倒在地上。陆成可是打狼的专业户，前世又是特种兵，所以他太懂了，擒贼先擒王。他弄的竟然有狙击手，快开枪！
还有几个抱着伤口逃跑的，村民们猫着腰躲在陆成雕的掩体后头。虽然10来个人挂了牌，倒没人送命。村长听见枪响越来越密，攥着烟杆的手直发抖。幸好他早让儿子溜出山报信，这会儿该到局子里。山脚下4个叔叔听到动静，咔给手枪上膛，顺着山路就往枪响的地方冲。叔叔同志，还有3个人逃了，另一个人朝那边去了。这一个人的交给你们叔叔了，那3个我追击。不是应该我们追3个人？那里是山林深处，你们不熟悉，怕你们有危险，听我安排。我是柳叶村护卫队长陆成。陆成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冲进了山林深处去。我们要是追一个没追到，那可就丢人了。分头追。陆成在山坡处发现了正在逃窜的3名匪徒，他果断举枪射击，随着山石晕速的飞，匪徒一声惨叫，整个过程干净利落，逃亡者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饮恨西北了。同时，叔叔这边也把另一个逃跑的山恶人给活抓了，而被抓住的那个山恶人看到陆成，一脸的吃惊。什么？你居然只是一个愣小子？你嘎了我们老大还有几个兄弟？叫什么愣小子？他可是柳叶村的护卫队长。小子，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你就等着后面无尽的报复吧！还敢威胁？把他带走！陆成看着被逮走的山恶人，心中略有所思。随后，他向刘九副所长坦白，从山里挖了几箱枪和子弹。由于村里大雪封山的原因，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上缴枪支。叔叔了解原因后，随即说道：“现在非常时期，山岳人还有没有一时不清楚，所以枪支都统统由你保管。”好的，叔叔同志。对了，其实这次的始作俑者是于香兰一家人，他们故意透露我嘎了狼火团的5人，这才让山里狼火团的10几个人出山来报复。叔叔听后当即进行逮捕行动，而陆巡望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准备喝2口酒了，结果就被叔叔当着全村人的面给带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警民联合剿匪行动终于画上句点。次日，陆成让大哥陆燕带着父母小孩们暂时搬进城里住段时间，而沈双说什么不愿意走。村长见状，就把沈双收为义女。平常陆成不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在村长家住。其实陆成这么做的目的，还是担心山匪的再次报复。随后的这段时间，陆成还是像往常一样守着庄稼，而这时村长火急火燎地走了过来。二成，最近村民进山砍干柴的时候遇到了人熊，我让钱胜利陪你一起去把它解决了，以免伤到村民。没问题，陈叔。村长走后，陆成就赶忙回到家中，准备收拾东西去打那只人熊。刚刚收拾利索，就听到外面有人喊他：“胜利大哥，你吃饭了吗？”“吃过了，咱们走吧，抓紧时间进山。”“今天辛苦胜利大哥了。”“说这个干啥？那熊皮待在老鱼沟，不打了他，大家伙都不敢进山。”陆成也不再多说别的，伸手接过2条狗绳，就往进山方向走去。胜利大哥，你家这狗真不错，精气神好，骨架子也大。那是，最近我家二黑有点起秧子了，等生了狗，先让你挑2只。谢谢胜利大哥。和大哥还客气个啥？说话间，2个人已经上了一道山梁。这时，黑虎突然大叫，这是闻到了熊皮的气味了。2人见状，赶紧把狗绳解开，4条狗瞬间窜了出去。黑虎大头嗷嗷叫着往另外一道山梁跑去。胜利大哥，我腿脚快，我先跟着黑虎，你随后赶过来。陆成和钱胜利交代一声，追着黑虎远去。刚刚绕过山梁，发现黑虎绿2犬围猎左前肢重伤的熊皮。为避免误伤猎犬，他收起步枪，掏出50米的大砍刀。熊皮会右掌攻击时，陆成急杀绕至其身后猛刺后行，挑动刀刃后迅速抽离，趁熊皮冒名左闪避开，熊皮扑空到地。黑虎转身想要继续追击陆成，却不防又被黑虎直接咬住后洞，熊皮哀嚎瘫坐。陆成也没有闲着，眼看熊皮挥舞熊掌去驱赶黑虎，一个箭步上前，手中的砍刀对着熊皮的心口刺了进去。刺进去之后，陆成手腕一转，砍刀在心口转了一圈，才抽出来。这一刀直接让熊皮结束了罪恶且痛苦的一生。站在山岗上的钱胜利目睹了这一切，浑身打了一个哆嗦。这小子真狠啊！明明可以在远处开枪轻松击毙熊皮的，结果非要用刀。接着陆成把熊皮的内脏清理了出来，割了一点喂给大黑3条狗。这时钱胜利也赶到了现场。兄弟，你这也太猛了，2刀就把熊皮给攮了。胜利大哥，多亏了你家的黑虎，没有他的黑虎掏裆，我想嘎也没这么容易。哈哈，我家黑虎这一招是出了名厉害，被咬住的猎物基本失去反抗能力。这是熊胆。胜利哥，你出人出狗就按照打围的规矩分。2成兄弟仁义，就按照你说的分。进山打围，狗要单独占1股，人占1股，出枪的要多占1股。所以陆成如此分配，算是比较合理的。走吧，熊皮放在这里，回头我安排人过来抬回去。好。正在这时，4条狗突然疯狂地叫了起来，陆成瞬间抓紧自己的5、6瓣，顺着黑虎的叫声看了过去，只见2头野狼正站在山岗上，冷漠地看着他们。
4条黑狗面对5、600斤的熊皮，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还主动进攻。只因这条大黑狗有个绝技，那就是黑虎掏裆，只要被咬住的猎物马上丧失行动能力。走吧，熊皮放在这里，回头我安排人过来抬回去。好。正在这时，4条狗突然疯狂地叫了起来。陆程瞬间抓紧手里的枪，顺着黑虎的叫声看了过去，只见2头野狼正站在山岗上，冷漠地看着他们。此时，钱胜利已经瞄准了那里。就在开枪的一瞬间，陆程突然伸手把钱胜利的枪往上一抬。二成，胜利大哥，那2只野狼有一只刚下崽没多久的母狼。二成，你想掏狼崽子？对，正好我这边想要养几条狗，这狼崽子可不就送上门的好狗吗？听到枪声的狗子就像听到了指令，直接冲了过去，而2人也跟着黑虎跑的方向。刚上山岗，就看到黑虎几条狗和2头野狼打3比2，愣是没有占到上风，这也能看出野狼的凶性。陆程也不敢开枪，拔出了那把30米的大砍刀就走了上去。其中那只公狼一头撞开黑虎，直接扑向陆程。只可惜，在他扑上的一瞬间，30米的大刀就刺到他肚中，然后甩在黑虎旁边。黑虎可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直接一口咬在了公狼的脖子上，把还没有断气的公狼死死地按在了地上。母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一头撞开围攻他的狗，转身就往山林里跑去。3条黑狗紧跟着追了上去。陆程走到公狼身边，一刀捅进公狼的心脏，结束了他的痛苦。钱胜利也在四周搜寻了一遍，并没有在附近发现狼穴。这母狼还真是狡猾。那是，很多狼群里的头狼都是母狼，母狼的智慧老高了。走吧，胜利大哥，我们牵着黑虎去找那只母狼。接着2人就在丛林里转了好久，黑虎也不时地仰头叫几声，呼叫3个狗儿子，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又追了好一会，终于听到了狗叫的声音。我靠，这母狼太狡猾了，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狼窝居然在那山崖下面，刚刚现身，应该是为了把我们引走。而此时，母狼正在疯狂地和3条黑狗缠斗。陆程赶紧解开黑虎的绳子，一瞬间，黑虎窜了出去，直接咬住了母狼的脖子，按在了地上。陆程走到母狼身前，轻声说道：“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会把他们养大，培养成为最顶级的猎犬。”然后一刀刺进母狼的心脏，结束了他的生命。二成，你运气老好了，2只狼崽子，其中1只还是白狼。胜利大哥，咱们1人1只，我占个便宜，要那只白狼。二成，这2只狼崽都给你，等下一代的狼犬出来，让我挑1只就行。行，到时候先紧着胜利大哥挑选。二成兄弟，现在有了狼崽，你还抓狗崽吗？要啊，不仅要，还得多抓几只才行。要让狼崽和狗崽从小生活在一起，这样才更方便驯化。这2只狼崽，白狼是1只公狼，另1只黑灰色是母狼，看体型应该还不到1个月。随后陆程把狼崽装进挎包，牵着狗便往下山方向走去。一路上2人的心情甚是美丽。程哥，你回来了。你还逮了2只狼崽子。今天运气好，和胜利大哥打了1只熊皮，还有2只野狼。程哥，那你赶紧去洗手，饭我已经做好了。好的。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2人匆匆吃完了饭，沈双就要着急回村长家。按照村里的习俗，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快结婚的男女不能同住。刚好沈双这边被村长收为义女。双儿，今晚能不能不去村长家里住？我也不想回去，虽然我不信迷信之类的，但是你经常打猎，伴随着危险，这次我必须得相信这些。好吧，双儿，看来今晚只能做手工了。程哥，什么是做手工啊？正当陆程无法解释的时候，钱胜利带着熊肉来到了院子。陆程赶紧岔开话题：“胜利大哥，吃饭了吗？”“吃了，熊皮拉回来了，这是分给你的。”二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没有，我这准备送双儿下山去。二成，等会我顺路送双儿下去。对了，我这还给你带了1条狗过来。那就麻烦胜利大哥你了。你还跟我客气个啥？走了，二成兄弟。双儿，胜利大哥，你们路上注意安全。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陆程这才想起钱胜利送的1条大白狗。白妞，认识一下，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从今天开始，你叫梨花，白妞可配不上你的神友。跟着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大白狗像似听懂了陆程的话，汪汪的叫了2声。次日清晨，4个男人气势汹汹地闯进陆程的家，更是一人直接在院子里面大喊了起来：“不成，你给我出来！”听到响动的陆程赶紧出了厨房，来到院子里。不成，我们兄弟打的熊皮，结果被你捡了便宜，这件事怎么说？这几个人陆程都认识，村里出了名的2流子，说是猎人，可是也没见打到过什么猎物，一天天的几个人混在一块，偷鸡摸狗，撬寡妇门。狗蛋，你长能耐了，喝了2两猫尿，敢跑我这儿来撒野？你他妈！狗蛋刚骂出几个字，就被陆程一脚踹在小肚子上，整个人往后飞出去好几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这一脚20年的功力，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其他3个人一看狗蛋被打了，刚想动手，一把枪就对着他们。你们敢动一下试试，我崩你丫的！就在2牛子几个人哆哆嗦嗦吓得想撒尿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大喝：“狗蛋，2牛子，你们几个瘪犊子，一回村就闹事是吧？”这一声大喝在2牛子等人耳朵里，那就是救命的声音，无比动听。心里一松，2
然后裤裆里出现一股暖流。陆程闻到一股尿骚味，往后退了2步，把他们给我捆起来。4个人对前胜利的出现满是激动，很是配合的让民兵把他们给捆上。二成兄弟，你没有事吧？胜利大哥，我没事。等回头哪天进山的时候，我把他们弄嘎在山里。几人听到陆程的话之后，再次恐慌了起来，因为在那个年代，猎人嘎在山里的太多了，加上陆程又是守村人，到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局子里也不会查到他的身上。二成哥，对不起，我们哥几个喝多了猫尿，冲撞了您大人不见小人过，放过我们吧。行了，把他们带走。二成，这几个小子交给我来处理。好的，胜利大哥，你还没吃饭吗？一块进来吃点吧。不了，我先回去收拾那4个混蛋。说完，钱胜利就离开了陆程的家，一路上硬是把4个混蛋骂得狗血淋头。陆程面对熊皮直接提刀就干的人，这几人还敢去招惹，幸好钱胜利及时赶到，否则这几人后面还真要交代在山里面。3人2狗进山打猎，怎料遇见猪王率领群猪围攻黑瞎子，黑瞎子一声咆哮，抡起前掌，百来斤黄毛子被瞬间拍飞，野猪蜂拥而上，黑瞎子一个猛冲，撞开猪群。二成哥，野猪都出来了，你怎么拦着我？你以为这是狍子呢？野猪这玩意打起架来疯狂的很。随即陆程举枪瞄准了一头老母猪，刚要扣动扳机时，怎料白影一闪，一口咬在老母猪的耳朵上，300多斤的野猪差点被拽了跟头，紧跟着飞虎也追上来，一口咬住母猪的另外一只耳朵。好家伙，2只狗就把野猪按在地上了，还不等开枪，一头100来斤的黄毛子从林子窜了出来，陆程眼前一亮，果断扣动扳机，一声枪响，黄毛子直接栽倒在地，老母猪被枪声一惊，震开狗子疯狂逃窜，陆程抓住机会，对着狂奔的老母猪扑了就是一枪，子弹穿过眼睛，直接打了个对穿，2枪响起，猪群直接炸了，吭哧吭哧的从林子里冲了出来，砰砰砰，接连3声枪响，3头野猪栽倒在地。陆程拎枪快速的往山坡下跑去，他不是去追野猪，而是直接去了野猪里。只见半山腰上足有上百头野猪在太阳底下觅食，旁边还有一头巨大的野猪王趴在橡树下。陆程赶紧把2条狗拴在旁边，这种情况狗下去就是给野猪送口粮的。山风在山林里呼啸着，刚好遮掩陆程前进的声音和气味。就在此时，前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动，吓得他赶紧往树后一闪，只见前方一只母野猪正在吃了野果，随后就转身往山下跑去。看着野猪远去的背影，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拿着枪继续往里走。前方一块巨大的青石映入眼帘，陆程赶紧爬了上去，只见那野猪王清晰的暴露在他的视野中，于是他果断开枪。我靠！陆程忍不住骂了一句，本来瞄准爆头的一枪，野猪王却突然站了起来，嚎叫一声，逃进了丛林中。陆程见状，也只能先打其他的野猪。砰砰砰！每一声枪响，就意味着一头野猪倒地。陆程准备提枪追击的时刻，野猪王突然向他方向飞奔过来，后面还跟着10几头母野猪。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啊！这一幕，陆程反倒是不着急去打野猪王了，而是瞄准他身后的10几头母野猪。随着陆程的枪声不断响起，跟在野猪王身后的母野猪全部被点。野猪王也在这时发现了陆程，只见他2眼通红，冲着陆程一声嚎声后，转身往山里跑去。我靠，还以为你要和我拼命呢！来，吃个花生米！砰的一声，子弹打在野猪王的后腿，让他在地上翻滚一圈，然后又顽强地站起来，继续往山里跑。陆程也不着急，检查了下子弹，就跟着追了过去。翻过丛林，就见那野猪王停在了山洞口处，冲着陆程不断的嘶吼挑衅，似乎在说你如果有本事就跟猪大爷我在洞子决一胜负。而陆程才不傻，端起枪就瞄了过去，可野猪王头也不回的进入了洞中。就在此时，钱胜利和大山牵着狗也赶到了这里。你们怎么过来了？看你迟迟未归，我和大山就沿着你走的方向找到了拴在树旁的狗子，然后狗子带着我们找到了这里。二成哥，刚才一路上看到好多野猪被你打死在那里，你可真厉害啊！二成，你怎么在深山里面了？我正在追击一头受伤的野猪王，这不，他逃到了洞里面，准备……陆程还没有说完，大山就火急火燎地冲了过去。刚到洞口，里面就传来了野猪王犀利的惨叫声，吓得大山赶紧往回跑。3人商量后，决定犯险进去瞧一瞧。进入洞中，周围散发着一股子恶臭的气息。哟呵，好多箱子！几人看着前面拐角处位置，整整齐齐摆放着很多箱子，还有些弹破的枪支弹药散落一地。3人敲开了几个箱子，里面摆放着不少的38大盖和王八盒子之类的枪械，保存得非常完好。二成，发财了，有了这些枪械打猎再也不愁了。说话间，2条猎狗发出低沉的嘶吼声，猛地向前一挣，直接就往洞里深处窜去。快回来！陆程低吼着，可2条狗早已进入深处。接着，洞里深处就传来一阵嘶吼，还有狗的惨叫声。只见那2条猎犬瘸着腿跑了回来，实时的发出嗷嗷声。陆程见状，赶紧举着枪朝洞里深处望去。就在此时，洞里再次传出吧唧吧唧撕咬咀嚼的声音。
三人吓得头皮发麻。能轻易干翻野猪王的绝对不是什么野牲口，而且吃东西也不会是这个声音。这难道是？这是有粽子啊！大山的话顿时让气氛更加紧张了起来。钱胜利直接一脚踢飞了大山。你是盗墓小说看多了。就在此时，背后出现微弱的火光，两人转身望去，只见大山在角落里点了一支蜡烛，一脸肃容。祖师爷赏口饭吃，今日借宝一用，得罪勿怪，得罪勿怪。本来气氛就很紧张了，大山还来这么一出，这让事情更加诡异了。我看你是真的小说看多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要相信科学。陆程上去直接把蜡烛踩熄，正要转头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在洞中徘徊。快趴下！男人进山打猎，追着野猪进山洞，怎料竟是鬼子的军火库。啪的一声枪响，子弹发出的声音在洞中一直徘徊。快趴下，赶紧把火把熄灭！钱胜利这时也反应过来，熄灭了火把，举起枪就往洞中轰出2枪，然后对着陆程小声道：“二成，我们今天应该是遇到狼火团匪徒了。”不对，上次我们就把狼火团给灭了。再说这里有这么多的武器，难道是……陆程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口，钱胜利就已经秒懂。两人环顾四周，却在墙上发现了岛国的图标，顿时惊慌失措。而此时不知情的大人打起了歪把，冲着黑漆漆的洞解开，一直把子弹打空了，摩挲回来。腾哥，里面的粽子已经被我打成筛子了。大山兴奋地叫喊着，掏出30米的大刀，举起就往里面冲。看着大山远去的背影，陆程着急地大喊着：“大山，你个大虎逼，里面应该是鬼子兵，快回来！”就在此时，里面响起一连串的枪响，子弹冲着他们飞了过来。快趴下！是歪把子，里面不止一个小鬼子。我靠！大山，快趴下！冲出去的大山被子弹打在墙上的碎石击中小腿，瞬间摔了个跟头。胜利大哥，你掩护我，我冲过去。钱胜利拿起地上的歪把子，配合着陆程向里面疯狂扫射，而陆程也成功的拽着大山的腿，快步的拖了回来。慢点，慢点，程哥，疼！大山，你他妈没死啊？没死，没死，只是被石子蹦到腿。你他妈知不知道刚才多危险？里面全是鬼子兵！什么？他奶奶个八字腿，干他娘的！说着，大山就把旁边的920重机枪抬了过来，一梭子打完都还不解气，随手抓起了手榴弹就往里面扔，爆炸瞬间响起。待烟雾散去后，大山刚想站起来，歪把子的突突声再响，子弹无差别的乱飞，全部撞在石墙上。大山，我马上扔一颗手榴弹进去，爆炸后你赶紧撤离。接着陆程拔掉保险，就扔了一颗进去，一声巨响，大山赶紧就闪到陆程旁边。只见大山腿上2道子弹擦伤，再也没有刚才的勇猛之气。二成，现在怎么办？现在不能跑，好了只能后背吃花生米，我们只能干到底。接着陆程就把详细计划理了出来，凭借着前世作战经验，大山受了伤，就在中间扔手雷吸引火力，而他俩则是从2侧包抄。听着陆程的安排，大山此刻又兴奋了起来，那可是小鬼子啊，哪个国人没有做过干死鬼子的吗？洞里很大，陆程拿着枪沿着洞壁慢慢的往里走，刚到一个路弯时，一把38大概带刺刀就向他胸口刺来，陆程横枪一荡，对方直接调转枪口，用枪托猛力一砸，硬把陆程的枪给砸掉。这时陆程才看清对方样貌，满嘴恶臭老鬼子嘶吼着扑了过来，连同陆程撞在了墙上，然后一拳挥了过来。陆程左手一荡，右手成拳直接轰在老鬼子脸上，当场嗝屁，牙齿都打掉好几颗。一声枪响，陆程转身望去，一个老鬼子拿着枪砰的一声倒地，这才看到钱胜利在后面开了一枪。陆程想想都冷汗直流。随后陆程捡起枪继续往前走，只见一个握着武士刀的鬼子向他劈了过来，陆程也没着急开枪，直接横枪抵挡。来点野路，他妈的，这畜生嘴真的好臭！老鬼子低吼着，不断的向陆程劈砍，最后由于体力不支，被陆程一脚踢到前面跪着。干他娘的，跟我比体力，你以为你还是从前啊？说着，陆程直接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把他按在地上扛动，老鬼子急得哇哇大叫。突然，一个清脆的金属声音响起，我靠！陆程大吼一声，下意识的往身后扑倒。陆程喘着粗气的坐了起来，原本枪声密集的小洞，此刻也停了下来。二成，你没事吧？我那边的鬼子已经全部解决，你这边呢？我这边应该解决完了。话音刚落，前面就传来了脚步声，两人赶紧握紧枪口，瞄准了前方。只见大山的身影缓缓出现。大山，你怎么从这边过来了？我看枪声都停了，于是就拿着枪从中间绕了过来。里面有很多箱子和铁桶，还有一个铁门，我不敢打开。二成哥，你说里面的箱子会不会装有黄金呢？不知道，走，我们进去看看。进入里面，一堆堆箱子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旁边还放着5个大铁桶。大山直接敲开了几个箱子，结果里面还是装着各种型号的武器。大山没有气馁，闪身来到铁桶前，正要撬开的时候，陆程赶紧一脚把他踢开，气得陆程话也说不出来。钱胜利点燃火把，往铁桶上一照，瞬间吓得一个哆嗦。都他妈别动，这他妈是毒气弹，快走，马上走！陆程也认出来了，这不是一般的武器，这东西一旦泄露，整个村庄都要遭殃。临走时，陆程生疑的看了一下那道未开的铁门。大山，你把这挺重机枪架在洞口，实时的盯着里面的情况。胜利大哥，你赶紧去村长家报信。成哥，那些老鬼子的年纪也太大了。
了吧？不会是从当年一直守到现在吧？应该是，你赶紧去架好几枪，那道铁门里面我们还没有搜呢。两人就这样轮流守着洞口，一直等到快天黑了。山洞处里一阵阵黑烟冒出，一辆坦克从里面开了出来。我靠，快跑啊！男人进山打猎，追着野猪进山洞，怎料还有鬼子重兵把守。我靠，快跑啊！陆成一声大吼，拉着大山撒丫子就跑，完全不顾大山疼叫声。一声闷响，炮弹直接把洞口轰开。只见一辆97式坦克开了出来，接着坦克再次开炮，一枚炮弹直接落在陆成逃跑的前方。大山连忙扑倒陆成。大山，成哥，别摇大腿，疼！两人相视一笑。可是这时，坦克正向他们逼近。大山表情严肃地对着陆成说道：“成哥，你趴着别动，我去搞定那坦克。要是我死了，记住和沈双多生点儿子，到时候带到我坟头来，让我也看看。”大山说着，转身就要冲出去，陆成赶紧一把拉了回来。你这个虎逼，那是坦克，你怎么搞定？不知道啊。这样，成哥，我吸引坦克，你乘此机会赶紧跑。听到大山的话，陆成心里很是感动，同时也在想办法两人如何逃走。而就在此时，林子里传来一声炮响，只见一枚火箭弹急速飞来，一声炸响，坦克炮管直接被炸废，紧接着又是一枚火箭弹在坦克履带上，冒着滚滚浓烟，坦克算是彻底报废了。这时，林中冲出了20多号人，拿着手枪把坦克团团围住，其中一个鼠鼠揭开坦克盖子，就往里枪，然后拖出了2个奄奄一息的老鬼子。而陆成这时才反应过来，起身拉着大山迎了上去。村长，你们来的真及时啊！二成，你和大山都没事吧？对了，这位是陆市长，还是和你一个姓？厉害啊！上次就听说你绝灭3匪，这次你又立了大功啊！我都不知道，居然在咱的地界还藏有鬼子。市长，快让同志们不要进去！不，快让他们停下，里面全是生化武器，一个不好，方圆几10公里全部嗝屁。陆市长顿时被吓了一跳，一个闪身冲了上去，拦住正要进去的鼠鼠。而这时，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直接就把现场封锁了。陆成几人也被拉到了军区医院，隔离了起来，10来天都在抽血化验，直到没有问题才被放出来。而整个市区的领导和军区大佬都来了医院，搞了一个抗日英雄颁奖会。从他们话语中，陆成也证实了猜想，抗战时期鬼子接到上级密令，奉命死守生化仓库，但是后来没收到投降的消息。当时一个中队的鬼子就剩这么几个还在坚守，等着上级密令进行反攻。我呸，就凭他们也配？这些鬼子当时才10多20岁，一直坚守到现在，这份执着，我问你怕不怕？你们不是有那个能打挺老远的导弹吗？直接扔过去把他们平了就完了呗。这怎么能随便用？咋的就不能用啊？还不是你们怂逼！军官的脸都绿了，陆成赶紧拉开他，苦笑着道歉。陆成活了2辈子，自然知道后世科技发达，东风一出，使命必达。颁奖结束后，市长差人把陆成几人送回了村里。隔天一早，陆成几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带着狗子进山打猎。一路上，梨花和飞虎叫了好几次，陆成都没有理会。直到在老鹰崖，几人才把狗绳解开。梨花在地上嗅了嗅，就往前跑。胜利哥，你家黑虎还是抬头香？还行吧，也就7、8里路的胖子。嘿，你还装上了，装逼遭雷劈！此时，黑虎和梨花正站在一棵树下面，对着陆成几人叫着。在大青阳下，散落着4条狗的残骸。这4条狗不是狗蛋的吗？钱胜利看到4条狗就这么扔在这里，肺也牲口啃食，气得脸都红了，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个瘪犊子！”二成哥，这里有血迹，这应该是黑瞎子留下的。接着陆成打了个呼哨，狗子们立马跑过来，对着血迹嗅了嗅，然后就朝一个方向跑去。陆成摘下枪，检查了一下子弹。胜利哥，我先跟上去，我负责打。如果我失手了，你来补枪。陆成见钱胜利答应了，端着枪冲了出去。刚刚爬上山岗，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阵狗叫声，还有黑瞎子的嘶嚎声。山林里更是有只兔子，跑得太匆忙，一头撞在大石头上，翻身倒地。你是真勇敢啊！你家祖先往树上撞，你居然敢往石头上撞。此时前方，黑瞎子正被4狗团团围住，可见黑瞎子没有了往日的雄风，而4条狗围着他，并没有盲目的冲上去咬，都有序的来回试探。黑瞎子刚想拍掌攻击前面的梨花，就被后面黑虎掏裆，黑瞎子吃痛一个回手掏，可黑虎早已闪开。此时梨花看准机会，一口咬在了黑瞎子的鼻子上，同样是咬完就跑。如果黑瞎子不说话，一定会骂你们真他妈太狗了。陆成此时已经架好了枪，正要开枪时，钱胜利和大山的到来打断了他开枪。二成，前面什么情况？陆成把狗子对战黑瞎子的画面讲了一遍，在旁的大山听着黑瞎子被黑虎掏裆奄奄一息，当即抽出30米的大刀，兴奋地冲了上去。陆成一愣，起身赶紧追了上去。大山，快回来，你个虎逼玩意儿！此时黑瞎子见到人冲了过来，仰天一吼，冲开了狗子的包围，对着大山愤怒地冲了过来。男人腾空一跳，提着大刀就向熊瞎子脑袋上砍去。怎料大山，快回来，你个虎逼玩意儿！眼看熊瞎子就要扑向2人时，后面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黑瞎子中枪倒地，挣扎着想站起来时，
4条猎犬又冲了过来，把黑瞎子死死地按在地上。陆程拿着刀，一刀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他也瘫软地坐在地上，呼呼喘着大气。二成，你没事吧？胜利哥，我没事。大山怎么不见了？正当陆程疑惑时，大山拎着一只熊崽子从林中穿了出来。二成哥，你给我逮到了一只熊崽子。两人见到大山手中的熊崽子，顿时惊慌失措，连忙举枪向周围望去。二成哥，胜利叔，你们在干嘛？大山，赶紧过来，周围可能还有其他的黑瞎子。不是说黑瞎子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吗？这个熊崽子应该是这个黑瞎子的。大山，你个虎逼，这是一头公的，只有母黑瞎子才会待宰。大山当头一愣，赶紧闪到他们背后。三人观察好一会儿，陆程指着林中打了一个呼哨，4条猎狗随即冲了过去。胜利哥，我们赶紧收拾，趁现在母黑瞎子还没有发现，我们得赶紧下山。接着三人利索地把黑瞎子最值钱部分割了下来。陆程打了一个呼哨，可是许久没有回应，无奈之下，三人只能快步下山，因为他们知道猎狗回来没有看见主人，就会自己回家。冬季天黑得快，三人才刚走完老鹰崖，就已经完全黑完。由于夜晚山里虎豹豺狼很多，而且目前距离村里还有很远，所以三人找了一棵倒伏的大树，准备生火，先行过夜。成哥，那边好像有人哎！大山突然指向不远处的山坡上，一棵老树下有黑影晃动着，不停地向他们招着手。很有可能是捡干柴的人迷路了。你们先生火，我过去看看咋回事。大山说着，顶着黑夜向那人走去。而陆程猛地打了个激灵，他突然想起前世在电视上面看到黑瞎子招手妖魂的新闻，说黑夜的时候见过人的黑瞎子会假装人，躲在暗处向人招手，一旦上当就会落入熊口。想到这里，陆程赶紧看向前方，大山已经快走到那影子跟前了。情急之下，陆程举枪朝天就是一发，砰的一声，那个人影顿时矮了一截，撒腿就跑。他喵的个咪的，是黑瞎子！怎料大山非但没有害怕，兴奋地追了上去。陆程吓得头皮发麻。大山，不要追，快回来！钱胜利也被大山的举动吓惨了，撒腿就往唐山那里追。大山听到陆程的叫喊停了下来。此时的能见度越来越低，陆程小心地观察四周。程哥，你怎么？闭嘴！这时陆程朝着草丛中就是一枪，1响后，黑瞎子突然从草丛里跳了出来，三人吓得一哆嗦。这只黑瞎子应该和猎人打过交道，竟然知道2枪之间有间隔。陆程赶紧拉动枪栓，声音顿时又让黑瞎子钻进了草木林里。他喵的个咪的，这黑瞎子怕是成精了。听老一辈说，这种牲口都是山神附体，不好对付。这黑瞎子确实邪乎，走，我们先回去。随后三人就在大树跟前搭了一个窝棚。匆匆吃完饭后，三人决定轮流守夜。夜幕中，陆程迷迷糊糊的被钱胜利推醒了。二成，你听，啥动静？陆程侧耳隐约听到外面传来的咳嗽声。深山老林中，竟有人在外面咳嗽，这动静谁听了不炸毛啊？这时大山听到动静也醒了。程哥，会不会有鬼啊？本来都没有什么的，而大山的话顿时让温度降了下来。陆程这时也是阵阵头皮发麻，壮着胆子听了上去。外面隐约有人故意踩断树枝声音，诱导他们出去看。卧槽，你再整个笑声吧，说不定能把我们吓死。陆程拉动枪栓，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就是一枪，轰的一声，就听见外面一阵喧哗，还有奔跑声。听到这动静，陆程长长松了口气。程哥，外面应该是积满那只黑瞎子吧？这黑瞎子肯定成精了。二成，咱走吧，要不然咱全都得撂在这。然而陆程很坚定的摇头。什么黑瞎子成精，他才不信。无意间他看到棚内拴着的熊崽子，这才顿时明白了什么。应该是这头熊崽子的母亲过来找我们寻仇了。程哥，要不我把熊崽子放出去，些许母熊就会离开。没有用的，这头母熊已经盯上了我们，如果现在低头，只怕后面再也没有胆量进山了。笨，就算进了山，没有了胆量，反而容易死在山里头。这关我们必须过。他喵的个咪的，我们手握真理还怕啥？被黑瞎子折腾这一出，三人一晚都没合眼，直到天亮才长长松了口气。走，猎熊去。走出棚子就看到前方有黑瞎子的脚印以及一滩鲜血，应该是昨晚那一枪。走，我们顺着这痕迹追过去。陆程的一番话让大家战意十足。大山背着背兜，拿着大刀，而钱胜利则是手握真理走在后面。三人一直追了2里，累得直喘。陆程喘着粗气坐到了树干上，想先歇一会儿，可刚坐下觉得不对劲。方才余光扫过的时候，树干另一侧没有血迹，也没有黑瞎子的脚印。陆程头皮顿时炸了毛，甚至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他下意识的一挺腰，左右一下就从树干上滑了下来。一阵带着腥气的风声响起，啪的一声，树干上搭了一只黑漆漆的大爪子。哎呀，我的妈呀！大山惊叫一声，手里大刀直接向黑瞎子扔了过来。钱胜利直接开枪打中了黑瞎子前腹，陆程就地一个翻滚，拉上枪栓，子弹上膛声让黑瞎子更加暴怒。腾空一跳，巨大的爪子笨拙陆程袭来，情急之下，陆程顶到黑瞎子嘴里开枪，黑瞎子直接脑袋开花，硕大的身体直接砸在了陆程身上，差点没把陆程压死。二成，两人大喊着扑了过来，翻开黑瞎子，把陆程拖了出来。陆程大大的喘着粗气，我没事，快取胆。大山上前拔掉了那把刀，小心翼翼的取着熊胆，
这黑瞎子腿上的刀伤应该是旧伤，他还知道用干草、泥土搅和在一起，把腿上的伤口塞住。这黑瞎子聪明着了。对了，胜利哥，你现在赶紧回去把平板车弄过来。大山十分麻利的开膛取胆，鼓溜溜的一颗大熊胆，可惜颜色泛黑，是一颗品质相当不错的铁胆。要是昨晚把它裂了，弄不好是一颗金胆也说不一定。不过陆程已经很满足了，昨天加上今天打的，总共收获了8副熊抓，2个熊胆，1只熊崽子，还有上千斤熊肉。随后3人推着平板车来到了蔡清泉家里，把蔡清泉乐得满面红光。兄弟，你这是打到熊窝子里面去了？啥也不说了，4500不5000块我全收了。陆程眉头一皱，5000块也差不多，不过他还是想还一下价。而没见过世面的大山连连点头，好，就5000块，赶紧掏钱。这位大兄弟，我敞亮。蔡清泉兴奋的赶紧点钱，生怕他们后悔。随后几人出来，陆程就把钱按照3份分给了他们。上集说到，陆程击杀了成军的黑瞎子，转手卖了5000块，给几人分了钱后，回到家就看到梨花和黄忠在院子里等候。陆程简单的检查了一下两狗没有受伤，于是第二天一早，4人再次前往野猪岭。昨天在这儿干倒2头黑瞎子，还真是凶险啊！今天想要打野猪，估计得再往里走。正说着话，跑在前面的黑虎和梨花突然狂叫着：“快走！狗子发现猎物了！”穿过一片丛林，陆程就看到了6条狗把一只黄毛子死死按在地上。怎么会有一只落单的黄毛子呢？陆程走到跟前，掏出大刀，一刀结束了黄毛子短暂的一生，接着就把内脏掏出来，分别喂给了6条狗。直到这时，3人才气喘吁吁的赶到。他喵的个咪的，累死俺了！答案还以为又找到野猪群了呢。不用着急，这整个野猪岭的野猪，加上盘长山，没有1000头，也有个700、800头。陆程这话可不是乱说的，这野猪岭和盘长山里确实就有这么多野猪，加上近10几年，由于打虎运动，野猪几乎没有天敌，自然快速的繁衍起来。这时，黑虎和梨花都已经吃完，在地上嗅了嗅，就往前面跑去。只是2条狗跑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钱胜利有些傻眼，看向陆程：“咋办？分开呗，你带着石头跟着黑虎，我带着大山跟着梨花。”之所以这么分，是因为大山做事有点莽撞，跟着他要放心一点。随后2人跑了大约3、4里路，前面传来一阵激烈的狗叫声，紧接着就见一头大野猪被梨花追着跑。陆程刚要准备找机会射击时，黄忠已经出现在野猪另一边。野猪被吓得再次调转方向，而这时大山举着大刀就冲下了坡，陆程吓得冷汗直流，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大山，快上树，野猪奔你去了！”大山看到那400多斤的野猪向他冲来，也步步的多考虑，抓住身边的一棵树，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他喵的个咪的，还好反应快，程哥，这野猪腿是瘸的。听了大山的话，陆程这才明白，怪不得这野猪是斜着跑。2条狗此时不断的前后左右袭击，但也导致了陆程几次举枪瞄准，却又不敢开枪，怕直接来一个葫芦串。随后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树杈上的大山，心里叹息道：“这狗还是少了，根本定不住野猪。还好大山这虎逼玩意，这次终于听了话。”就在这时，野猪好似受伤的腿无法支撑身体，往地上一坐，2条狗瞬间就扑了上去。只见野猪头猛地一甩，直接震开了梨花的撕咬，而躲闪不及的黄忠被猪鼻子直接抽飞出去。不等陆程反应过来，野猪又一甩头，梨花也直接被顶飞出去，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也就一瞬间的事情，2狗受伤倒地，而野猪此时也看到了走过来的陆程，咆哮2声就对着他冲撞了过来。陆程并没有慌张，举起枪对着冲撞过来的野猪脑袋然后一个跨步躲开了野猪的野蛮冲撞，野猪越过陆程身体不到5米处，直接栽倒死去。陆程步步的野猪转身跑向梨花，简单的处理好伤口后，又来到黄忠身边。黄忠的伤更重一些，陆程赶紧给他撒上金疮药止血，用木棍把肩胛骨的部位固定起来。程哥，梨花和黄忠没事吧？没事，就是受了一点伤，休息个把月就没事了。他已经非常专业的给梨花和黄忠处理了伤势，剩下的等回到家里再进一步处理。这时，陆程听到远处传来几声枪响，看样子钱胜利那边也有了收获。胜利叔，太厉害了！你一口气打死了5头野猪，还行吧？钱胜利淡淡一笑，快步往黑虎战斗的战场跑去。3黑已经受伤，倒在地上，不知道伤势如何。黑虎带着剩下的2个狗儿子和老母野猪周旋着。钱胜利走到距离野猪10米左右的距离，打了个呼哨，3条狗听到呼哨，立马四散开。砰的一声枪响，老母野猪一头栽倒在地。钱胜利顾不上其他的，赶紧跑去查看3黑的伤势。看完3黑的伤势后，钱胜利脸上顿时没有了喜色，在3黑的肚子有一道口子，肠子都出来了，另外一条前腿也骨折，露出了骨头渣子。胜利叔，3黑怎么样了？石头，你快去找2成，让他过来救我家3黑。此时，陆程制作了一副担架，为了避免留下后遗症，陆程还是准备把他们抬下山。2成哥，可找到你了？怎么了？梨花和黄忠也受伤了。你们那边也遇到麻烦了？ 3黑受了伤，胜利叔让我过来找你。
行，你和大山两个帮忙把梨花和黄忠抬下山，通知村长派人过来拉野牲口，我去找胜利。陆成交代完，便拎起枪去找钱胜利。路上，陆成忍不住感叹：今天不该进山的，昨天刚刚打了2头黑瞎子，这是山神爷的赏赐。今天继续进山，有些贪心不足，这是遭了报应。走了大约3、4里，陆成举枪对着天上开了一枪，不多时，前面也传来一声枪响。陆成看准方向，快速的跑过去。胜利哥，三黑怎么样了？兄弟，你来晚了一步。陆成赶紧上前，伸手在三黑的胸口处摸了一下。胜利哥，三黑还活着？没死，还活着。你把他放在地上，他还有心跳，刚刚只是夹死。陆成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面拿出一个针灸包，从里面拿出3根银针，也步步的消毒，直接插进三黑的身体里。三黑打了个喷嚏，苏醒过来。陆成把针起了，然后解开钱胜利刚刚包扎的伤口，倒上了点金疮药撒在伤口上，进行止血消炎，最后重新进行包扎止血。经过半个钟头的救治，三黑的狗命算是抢回来了。随后两人用着树干做的担架，把三黑抬了回去。长白山的野猪从来不懂什么叫谦让，当东沟和西坡同时响起獠牙撞树的动静，2条猎狗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选择困难症晚期。现在看着瘫在炕上养伤的狗兄弟，陆成拎起了祖传弹弓，采药治狗。不，先解决鸭子秀恩爱才是正经事。二成哥，我们进山采什么药啊？看看吧，西边过了杨木沟那一片的山里，很少有人去，药材比较多。他自己采什么都无所谓，倒是大山和石头第一次带他们进山采药，总要找点值钱的药材才行。转过一道山梁，就听到前面有狗叫声。二成兄弟，你也进山打围啊？二魁哥，我今天不打围，进山采点药。二成兄弟啊，我刚才听到你那边有动静，还以为是野牲口呢。陆成一听，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惹不起，惹不起！以后再看到王家4兄弟，绝对绕路走。大魁哥，你们忙着，我们要去杨木沟那边，先走了。打了招呼之后，陆成就告辞离开。刚走到杨木沟西边有一片烂泥塘，就有10来只鸭子正在烂泥塘上悠闲的觅食，不时的还亲密的互动一下。他喵的个咪的，进山采个药，还被野鸭子喂一嘴狗粮。大山哥这是思春了啊，哈哈。行了，走吧，咱们没带沙子枪，用我这个打的话有点浪费。倒不是陆成想要保护秋沙鸭，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到后世秋沙鸭是一级保护动物，这个年代就是野鸭子。只是陆成带的枪是5、6半自动步枪，一枪下去，整个身子都能给打碎，所以只能放弃。二成哥，我带着这个呢。行啊，你小子居然还带着弹弓，晚上炖鸭子，让你多吃一个鸭腿。接过弹弓，放入石子，对着野鸭子拉开弹弓，砰的一下，接着又拿出一个石头子，继续拉开弹弓，接连用弹弓打了6次才停下。二成哥，你太牛逼了，弹弓也打得这么准。这石头子要是换成铁弹珠的话，6只都能留下。说话间，大山已经把野鸭子装进背篓里。3个人继续出发，绕过烂泥塘，来到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一片的桔梗。虽然这种常用药材不值钱，但是这一片差不多能挖个几百斤。于是3人开始埋头干了起来。不大一会功夫，就挖了不小的一片，把根茎装进背篓里。3个人坐在地上休息，喝2口水润润嗓子，然后继续干活。再经过一个大树时，陆成又退了回来，转身看到树身有一处被火烧的痕迹，仔细看，上面还能够看到上面刻的字：宣统2年5品业王开山8人。看到上面刻的字，陆成一下子兴奋起来。大山、石头，你们快来看！二成哥，这是一个老饵子。 67年前的老饵子，在这儿拿了1苗5品叶。二成哥，60多年前的老饵子，那现在最少也得有5品叶。咱要是也能抬出1苗5品叶，那盖房子娶媳妇的钱就够了。陆成摆摆手示意2人莫要激动，从自己背包里找出一块红布，撕了3条，然后又找了3根短木棍，用红布条把木棍的一头缠上，又找了3块石头，垒了一个简易的老爷斧，把3根缠了红布条的木棍插在老爷斧前面来代替枪。一切准备好后，陆成才对大山和石头说道：“你们以这棵椴树为中心，四下仔细找找。”那2人答应一声，围着椴树开始寻找起来。不一会，陆成就发现了1苗4品叶人参。刚要开头喊山，就听到旁边大山大叫道：“放水，放水！几品叶？5品叶。多少苗？满山都是。”大山抬头看向陆成，眼睛里满是惊喜和兴奋。二成哥，抬吧，抬！陆成一边说着，一边就用1根3尺长的红线绳拴在人身上，然后再用鹿骨磨制而成的抬滩工具进行赛土。刚准备抬滩时，石头又喊了一嗓子：“棒槌，棒槌！”几品叶？步步登台。随后，陆成用了1个多小时才把5品叶抬出来。期间，那边又来回喊了好几次，还真应了刚才的话，满山都是。接着，陆成顾不得休息，又把另外2苗4品叶抬出来，用桦树皮包好，放进背篓里，然后伸手把之前石头和大山插在灯台子旁边的木棍拔了。大山疑惑地问道：“二成哥，你这是干啥？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猎人最忌贪心，4品叶以下的留着，等着我们以后子孙来取。”说完，就盯着大山和石头，看着他们的神色，而他2人却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听二成哥。”走吧，天不早了，抓紧时间回家。陆成把3苗参藏在背篓里，
头里，准备妥当之后，三人才背着背篓，扛着麻袋，踏上回家的路。他们不知道的是，之前喊山、阴山的话都被王大奎四兄弟听到，只是他们现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走在最前面的石头突然指着一侧的山坡喊道：“二成哥，你看那边！”陆成借着月光看过去，只见一头大个子正趴在地上，虽然还没有死，但是也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你们两个注意安全，我去看看。陆成交代一句，然后跑下山脊，来到大个子身边，抽出青刀，上前帮助大个子解决痛苦。接着把4条腿卸了下来，就返回到山脊上。石头主动上前接过2条鹿腿。3个人又走了3、4里路，来到一片谷地，走在最前面的石头又叫了起来：“二成哥，前面又有东西！”好小子，你这眼够贼的。陆成笑着说了一句，走过去，拎起躺在地上的猎枪，看了一眼旁边的2个背篓，脸色沉了下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枪应该是王家兄弟的，能让王家兄弟放弃到手的猎物，甚至连枪都扔了，可见是遇到猛兽。走吧，加快脚步。3人都背着背篓，扛着麻袋，显然他们也知道事情不对，不自觉地加快的脚步。又走了一会，就看到屯子里出现一对火把长龙，这是出事了，要进山搜山。上百号人集结进山围猎，把野猪群打得东奔西窜。怎料200多头的野猪群里竟出现了一只野猪王。猪王却毫发无伤，陆成见状果断开枪，还是没有打中，却是引起了猪王的注意，率领猪群直愣愣地奔着陆成就来了。陆成怪叫一声，拽着大山躲到了树后。那头天命蜘蛛带着一股腥风，擦着大树呼啸而过。陆成咬着牙，喘着粗气，向枪里压着子弹。锁膛之后一抬眼，就见大山兴奋地举着大刀，探出半个身子出去。我操，不要啊！只见大山连人带刀的插入一头300多斤的老母猪，高速冲刺之下，大刀直接将它的肚子划出一条半米长的大口，而大山也被这股冲力带着转了一圈摔了出去，然后就被一头200多斤的炮卵子挑飞了。野猪隆隆地奔过，将那头老母猪都快要踩成相片了。大山甩着脑袋大叫着：“他喵的个咪的，没啥事。”陆成见他爬了起来，这才稍稍放心，接着再次举枪，对着野猪直空空的冲枪，直到子弹打完，再一次压弹的时候，一道道火线在他身体四周掠过。野猪群从陆成他们身边经过，狮子猎人忘了这里还有人了。他妈的，这里有人！陆成嘶吼着，拽着大山就趴到地上，地面不停地震动着，遍地猪尸，血流成河，腥臭扑鼻。远处胡庆春和秦大棒、铁青脸不停地叫骂着奔了过来。二成有事吗？他妈的，就差一点，就差一点！陆成的棉袄上还有2个烧焦的洞，一个在肋下，一个在裆部，吓得他赶紧拽开裤子看了一眼。还好，枪是枪，弹是弹，只了了几根毛。他喵的个咪的，哪个瘪犊子开的枪？我看王老七举枪的时候就是冲你来的。二成，冷静一点，这条路一旦走岔劈了，可就再也拐不回来了。王老七被陆成阴狠的目光吓得脸都绿了，背着枪赶紧向外头跑去。吴庆春一听，气得直打哆嗦，要是打野猪把人打死了，他这个官恐怕就当到头了。行了，陆成，这事儿你别管了，你看衣服咋办他就完了。胡庆春气哼哼的走了，陆成领着大山接着干活。这一次打死了100多头野猪，有的忙呢，开枪猎猪谁都乐意干，但是轮到开膛放血蟹肉这种来态的力气活，不少人偷奸耍滑磨洋工，别人能偷懒，陆成不能。长眼睛都看得出来，陆成跟胡庆春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如果自己偷懒的话，那不相当于给胡庆春上眼药吗？这时后边的人赶着马拉爬犁过来，把猪肉拌子向爬犁上一装，一众人得胜而归。对那头大野猪有想法。秦爷，那头野猪有点邪性啊。秦大棒呵呵一笑没说话，似乎在打量着什么。是得把那头野猪打下来，要不然的话，咱这几个村可就遭了殃了。啥意思呢？他还敢进村霍霍？啥都怕有领头的，咱这次围猎居然逼出一头猪王来。你说，要是猪王趁着春耕的时候，带着几百头野猪进村，那么一霍霍，那岂不是颗粒无收了？大兴安岭这地方，赵山外头的晚了将近半个节气，耕种晚，收获要早。要是被野猪霍霍了，那就让人恼火了。对于陆成而言，亲眼看到那头野猪称王，心潮顿时澎湃了起来。他要与这个野猪中的王者既决高下，也分生死。正在这时，一辆吉普车停到了陆成的跟前。胡庆春探头问道：“二成，你家有狗，能追人不？”“能。”“赶紧上车，去你家接狗。”“二成，你快去吧，多色大山回去。”“好。”陆成赶紧上了车，车子嗖嗖的窜了出去，很快就进了村。陆成顾不上跟家人打招呼，牵了梨花上了车。塔山那边出了案子，三井的狼狗最近有闹毛病，所以就求到咱这来了。三井的狼狗闹毛病也是赖长庆霍霍的吧？三井队的中队长都说了，赖长庆要是再到三井队去，就把他的腿打折了塞皮眼子里去。还有那个王老七，我不去他半拉远，我他妈就不姓胡。姨夫，他这种拘了也没用，就是以后不能让他碰枪了，这种人太危险了，万一哪天真把人崩了。
胡庆春的脸变得阴沉了起来，因为这地方能搞到枪摸到枪的，几乎都跟林业局有关系。真出了事儿，他胡庆春也跑不了。很快，车子就进了塔山村，死冷寒天的围了老大一群人，抄着袖子，缩着脖子，探头探脑的看着热闹。而这些民警正在里里外外的搜寻着。二成，让你家狗找找线索。陈叔，那你得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找谁啊？找这家的女婿田大江，这犊子真他妈狠，把老丈人、丈母娘、小姨子、老婆、孩子5口人全都杀了，每个人都被砍了17、8刀，泄愤式的杀人，特别是他老婆是被处刑式的砍死的。法医说是前天夜里杀的，这会都冻得梆梆硬了。陆成也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得是多大的仇啊，才会干出这么凶残的事情来？我向村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村里人都说田大江是个老实人，爹妈死得早，就跟老张家的闺女结了亲，相当于上门女婿了。结果这一家子把他给欺负住了，家里家外的活全是他干，一家子吃他一个人的，而且他老婆还不正经，在外面跟人胡搞瞎搞，搞出来的孩子明眼人一看就不是田大江的种。田大江还不能问，一问一家子就打他，大冬天的赶到猪圈里去，搂着猪才能熬得下去。发展到最后，直接明晃晃的把人带到家里来胡搞，还逼着田大庆在旁边看着。前天晚上人有听到他家有争吵声，还以为是又打架了，谁知道昨天这一家子都没出来过。有人好奇过来看了一眼，才发现人都死了，这才让生产队报了警。村里还有好几个男人都卷铺盖跑了，生怕田大庆再兜头杀回来。陆成听得汗毛直竖，难怪这个老实人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随后他牵着狗进了屋，满地都是横飞的碎肉。陆成只看了一眼，几乎要吐出来了，赶紧退了出来，强压着偶一说：陈叔，我就不进去了，你找件田大庆的衣服，让我家狗闻闻，看看能不能找到人。随后鼠鼠在里面找到了一个衣服瓶，梨花闻了之后转悠了一下，就一直向村后跑，一直跑到了老林子里头，发现了地上的脚印，一看就知道是田大庆进了山。现在要把人找出来，除非动员几万人搜山，还未必能成功。这个案子甭管多恶劣，也只能先撂下了。上集说到，上百号人集结进山围猎，怎料200多头的野猪群里竟出现了一只野猪王。虽然猪王逃掉了，但是众人最终还是大获而归。而刚好这几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大山趁这段时间向隔壁村的齐家提亲。这年头结婚没那么复杂，买几身衣裳，扯个结婚证，拍张照片，就算礼成了。自从大山结婚之后，老妈看他横看竖看都不顺眼，拿起鸡毛掸子追着陆成打。而这时外头响起了敲门声，郭秀秀扔下鸡毛掸子去开门，只见一个矮小的老人便直挺挺的摔了出来，吓得郭秀秀妈呀一声。妈呀，是秦奶！陆成赶紧把这个小老太太抱到了炕上，郭秀秀也端来热腾腾的姜汤灌了下去。差点冻死的小老太太终于回了魂，着急的开口道：二成，帮老婆子个忙，救救俺家老头子吧。秦爷咋了？自从老头子上回围猎回来，就心念着那只猪王。前几天你没打着，他还笑话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而不牢。随后他就牵着壮壮进了山，去打那只猪王。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又大雪封山，老头子死在山上没啥好说的。可是好歹让他囫囵个回来，让俺有个坟头能看得着啊！这老登多大岁了，自己没点数吗？咋这么不让人省心？秦大棒对他有送狗之意，授意之恩，叫一声师傅也不为过。陆成气得原地打转，而这时陆爹直接踢了陆成一脚。家里有我们，老太太死不了。就连心疼儿子的郭秀秀都没说什么，默默地装好东西。陆成背上东西，快步的来到了大山家，就听着里头啊的动静。这不当不正的，也不知道是哪顿饭。陆成等不及了，直接把门踹开了，拉着大山就进山寻找。在第一处山谷，没找到猪群，也没找到秦大棒，倒是找到了一头50、60斤的母狍子，4只陷进雪壳子里，只有身子露在外面，2条狗围着它低吼着。狍子吓得挣扎着，可是4只陷入雪壳子里吃不上劲，这一挣扎，反倒是让它大半个身子都陷到了雪里头。这狍子还真是倒霉啊！咱可走运了，有肉吃了。算了，大山，我们也吃不了多少，又没法往回带。这种情况下猎杀，那就是祸了。陆成甩了神炮，把这只可怜的母狍子从雪壳子里拽出来，然后把它放了。随后2人继续赶路，一路上捡了些野树。正当此时，大山突然叫了起来：成哥，你看这脚印是不是老虎？陆成凑眼一看，是一个硕大的梅花状脚印。不对，不是老虎，老虎的脚印可没这么小，得有咱鞋这么大才对。那这是啥？猞猁吗？也不是，猞猁可长不了这么大，这是花豹。哦，
趁着雪上脚印清楚追啊！米枪打准点，一张好瓶子，咱直接万元户了。陆程也十分心动，但想到秦大棒在雪窝子里哀嚎，甚至被冻死，陆程搓了搓脸。老子重生一回，可不是为了当金钱的奴隶，这辈子我只为情，只为义，只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走，找秦爷去。你要想打花棒，枪给你。你都不去，我去干哈呀？找秦爷就找秦爷呗，你这么瞅我干哈？陆程哈哈大笑，过去就要把大山一抱。程哥，你和沈双还没结婚，你要真憋得慌，我家三丫，我瞅着三丫那样，他也乐意，我在门口给你们守着。啥？程哥，你不对劲，前些日子我听说男人憋得很了，连男人都不放过。我天马梨花黄忠咬他，咬死他，掏他卡巴库上！陆程气得怒吼一声，两条狗呲着牙奔着大山就扑了上去，直接将他扑到了雪壳子里。大山被两条狗好顿咬，不过这狗通人性，也没下4口。陆程气得连晌午饭都没吃，闷头赶路。这时，两条狗扑棱一下，一边抽着鼻子一边向前窜去。窝蜂处，一头如山一般的大野猪在前面趟着雪，后头跟着200多头大小各异的野猪。陆程没空管这头大野猪，而是不停地扫视着四周，寻找着秦爷。二成，微弱的声音从侧方向转，陆程一扭头，就见一个头缩回雪洞里。陆程赶紧拉着大山钻进了雪洞，只见秦大棒瘫软地坐在那里。二成，我的手冻坏了，开枪！大棒子，你疯了！追王，那可是猪王，不猎猪王，我心里不痛快。壮被他挑了，我又追了他2天。秦爷的眼中带着疯狂的神色。猎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二成啊，一辈子就一次王见王的机会啊！秦爷说着，用胳膊顶着陆程扑到了洞口处。100米之外的野猪王，如黑山一般的高肩，他被顶臀的身姿，在陆程的眼中越放越大。举枪，瞄准，深呼气，扣动扳机。在这一瞬间，陆程可以清楚地听到枪栓撞针在弹簧的推动下，撞击子弹底火，一发子弹飞了出去，直接让如山般的野猪王一个横甩栽倒在地。漂亮！那头野猪王居然挣扎着起身，然后撒腿狂奔，猪群跟着这头野猪王一起狂奔。大雪中，雪沫瞬间便扬起10几米，一片白茫茫的雪龙向远处卷去，啥也看不着了。我打中猪头了，我肯定打中猪头了，脑袋都打碎了，我看得清楚，我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脑袋都打碎了，他怎么可能还活着？这就是天命之猪的强大吗？二成啊！秦爷虚弱的声音终于将陆程颤悠悠的魂叫了回来。大山，生火，将他！大山应了一声，奔出雪窝子去找柴火。没事，脚没事，就是这手冻了。你拿雪给我搓搓。秦爷的10根手指头已经冻得惨白，像冰溜子似的半透明了。陆程情急之下，把裤子一拽，将秦爷的双手塞到了卡巴裆里，瞬间冻得陆程嗷的一声。秦爷看着一脸痛苦的陆程，嘿嘿的笑：“你个小逼崽子，沈双往后有福了。”不一会，大山就把一锅鸡肉熊油生姜汤熬好端了过来。陆程也把秦爷的手从裤裆里掏了出来。秦爷端起锅就开始喝，笑道：“这味儿正了，小火旺啊！”接着陆程又烧了一些温水，让秦爷把双手泡到水里暖着。秦爷欲言又止，换从前他肯定说该用血搓的，可现在不一样，人家顶风冒雪，冒着生命危险进山来救他，关键是他还承认了2人的师徒关系。随后陆程把一块大桦树皮稍加修整，绑到了爬犁的下面，用袍子皮把老头裹得紧紧的，然后把人往爬犁上一放，2个小伙2条狗一起拖着，就这样顶着风雪进了村。就见齐三丫正等在村后进林子的小路上。你不老实在家迷着，出来干啥？娘们惦记你，你急啥眼？我怕他冻着了。有屁不会好好放啊，赶紧回，冻死了个屁的。我烧了2大锅水，从昨天就开始烧了，赶紧回去泡个热水澡吧。陆程心中感慨，大山这辈子能碰着这么一个女人，也算是值了。男人在洞口生了一堆火，然后用湿草将其盖住，待浓烟升起时，几个壮汉赶紧用扇子将烟雾扇进洞中。只见一只耗子滋滋乱叫着从洞里钻了出来，村长带着老少爷们抡着铁锹打扫帚，不停拍打着满地的耗子。就在这时，黄忠突然惨叫了起来，怎料一只比猫还大的黄毛大耗子跳到黄忠后颈上，死死的咬住。他喵的个咪的，好大的耗子！黄忠嗷嗷的叫着，带着身上的大耗子来回的奔跑，也没有将他甩出去。而这时大山惊呼一声，抄起一个大板锹，冲着黄忠而去，试图将这只大耗子给拍死。黄忠看着大山手里的大板锹，猛地一个刹车，要是这一大板敲下来，不得把自己连耗子一块拍死，吓得嗷的一声，转身奔着陆程来了。陆程看着那只比猫还大的耗子，也是头皮发麻，拿起板锹就向黄忠拍去。黄忠嗷的叫了一声，转身又跑出去。我頂你個肺啊！主人，你這是想把我和好子一起燉了啊！撕啦一聲，黃忠後脖梗子被大耗子拽下一塊皮來，耗子也從黃忠的身上掉了下來。梨花這時解決了周邊的耗子，低吼着向大耗子撲了上去。怎料這大耗子左蹦右跳，躲開了梨花的撲咬不說，還反咬了梨花一口。全村10幾號的老少爺們怪叫着，鐵鍬大掃帚劈頭蓋臉的往大耗子身上招呼。
大耗子滋滋怪叫着，左蹦右跳，连咬了好几个人，挨了几板敲不说，居然还冲了出来，奔着一个大草垛而去。大山大吼一声，蹬腿就朝大耗子扑了上去。我操，成了精的耗子都敢扑，这他妈被咬一口80%的有传染病。不过大山这回居然聪明了，手里拽着件大棉袄将大耗子罩住后，咣咣2拳下去，大耗子立刻就没了动静。把棉袄一掀开，大耗子口鼻窜了血不说，屎都给打出来了。这大耗子可把人折腾够呛，被咬的就有3、5几人，2条狗全都被咬了。陆程好奇的凑近看了看这只大耗子。卧槽，红眼睛的，一看就不像啥好玩意，可别有啥传染病啊！这时村长指挥着村民将几乎全灭的耗子军团全部扔到了村外林子里去。陆程一边喝酒一边琢磨着，这耗子成堆的聚到了村里，从根上就不对劲啊。塔山村没有大量的存粮，要说天才地宝，这东西太扯犊子了。耗子成堆的聚在这里，口点啥呢？正当陆程疑惑不解的时候，钱胜利骑着垮斗子回来了。你忙个啥？在家住一宿，明儿个再来呗。我怕有好事儿，你们不带我，这几天你们几个进山都不喊我了。还有屁的好事？耗子精都打死了，估摸着塔山村3、5年之内连个耗子毛都看不着。那可不一定。我刚回来的时候，听着村东头有狐狸叫唤呢，那一大堆的死耗子，肯定能引来不少狐狸、黄皮子啥的，说不定把猞猁都能引来呢。这大山里头，除了吃草的，但凡吃肉的，就没有不吃耗子的。走，咱去林子里瞅瞅。几人沿途过去，还没有到，就隐约听到啃咬嚼食的动静。陆程小心地向前摸去，探头向里一看，顿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几十匹狼围着耗子堆，哼哧哼哧的大吃大嚼，一个个吃的肚子溜鼓。几千只的耗子，现在少了一大半。奇了怪了，这些狼好像早就知道这里会有吃的一样。而在狼群的外圈处，还坐着一匹模样十分古怪的狼。这狼又瘦又小。就在这时，秦爷突然抓住了陆程的胳膊，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二成，打那只小的，一定要打那只小的，千万不能让他跑喽。陆程没有问为什么，举枪准备射击时，怎料那匹小狼突然一抬头，然后身子一回，嗖的一下钻进了狼群中央。陆程枪口也跟随一动，一发子弹飞出，直接打中另一匹狼的肚子。枪声响起，狼群也瞬间炸了，疯狂往林子里窜。然而窜的同时还玩了命的保护那匹小狼。陆程连开数枪，每一枪都被其他狼用身体挡住了子弹。接着钱胜利和大山也开枪，10来匹狼被放倒在地，其他的狼扬着血沫子钻进了林子里头。快追，别让他跑喽！秦爷，到底咋回事啊？这塔山村闹耗子，8成就和这辈有关。贝，秦爷，您是说那匹瘦了吧唧的小狼是贝？没错，狼群强者为尊，贝聪明，总能带着狼群找到猎物，狼群也乐意供养它。每一只能活下来的贝，都是狼群最顶级的军师。这回终于长见识了。都说狼狈为奸，狼倒是经常看到，贝这玩意还是头一次。我估摸着村里这些耗子都是狼群给圈过来的，就等着他们把耗子打死扔林子里捡现成的呢。狼这玩意本来就聪明，再有被这种东西给出主意，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啊！程哥，这些狼铁定是吃饱了，跑不远的，咱赶紧追啊！接着陆程就把狗绳解开，梨花在前头引路，一众人拎着枪在后头猛追。狼的耐力很强，但是由于刚才那些狼都吃得太饱，好几匹狼都被追得跑吐了出来。梨花逮着机会扑上去掏，黄忠直接咬住狼后腿，扑翻一条。一口气打了10来匹，但那只贝太过于狡猾，一直躲在狼群侧面。当陆程看到一棵倒伏的大杨树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大家都停下，有点不对劲，这狼群一直在领着我们兜圈子。他喵的个咪的，追上去再说。大山这个虎逼玩意闷头就追，其余3人也是无奈，只能跟上去。就在此时，一匹膘肥体壮的头狼停了下来，对着倒着的树干发出一声声的长嚎。看到陆程他们又追了上来，赶紧起身撒腿就跑。倒是一匹落后的狼被梨花一口掏到后缸，狼鞭狼蛋都扯了下来。陆程和大山刚到跟前，怎料旁边的大杨树底下传来沉重的呼吸声，紧跟着一头400来斤的熊皮从大杨树底下钻了出来。被惊醒的熊皮带着浓浓的凶戾之气，嘶吼一声，一爪子拍到被掏裆的狼脑袋上，当场就把脑袋拍得稀巴烂。见势不对的几人正准备撤离，大山这个虎逼玩意拎着大刀就冲了上去。男人腾空一跳，提着大刀就向黄瞎子脑袋上砍去，怎料刀却落在了黄瞎子的后大腿上。吃痛的黄瞎子转身就跑，男人站起身还想去追，却被一把拦了下来。走，这个地方有问题，赶紧走。大山还没来得及说话，林子里就传来了黄瞎子的惨叫声，吓得几人撒丫子就跑。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远处那只被竟死死地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姐，我要和程哥一起进山打猎。哼，你敢进山试试？小栓的脸当时就垮了下来。陆程揉着他的脑袋说：这么大的雪进啥山啊？刀北大河沿的老柳林子围点沙半斤啥的，咱自己家吃。多，那去吧。哥，我想猎黑瞎子。我瞅你像黑瞎子。吃完饭，3人就向大山林子去。大山走路直打飘，2条腿像钻了钉似的。明眼人都知道他们2口的宵夜是没少吃啊，都不用陆程问，大山便说：三丫昨晚上也不知道吃啥了，我还没等吸口气，他就骑上来了，迷糊着的眼睛
一个劲的叫我用力啥的，整的我那个得劲呢。小叔，你咋得劲儿啊？小孩子家家的，瞎问个毛！陆程都要疯了，知道这种事不能跟别人说，可是大山又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程哥，我跟你说，三丫还真不一样呢，特别是昨天晚上。”闭嘴！你经着沙半斤，把这里的血扫开了一些，撒些泡过酒的碎苞米碴子。沙半斤可以理解为小一点的野鸡，每只都有半斤左右。随着酒苞米散发出的香味，很快就吸引了一群沙半斤过来。仨人全在被封的地方，看着那几十只沙半斤在那吃食，老家贼吃几个就被醉昏去了。沙半斤的块头大，多吃了一会，已经开始栽歪了。陆程一声令下，三人掀了面袋子冲了出来，几十只沙半斤扑腾着翅膀想飞翔，可是酒一上头，栽歪歪的跑不动，索性一脑袋扎到了血壳子里，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三人不慌不忙的，像剥萝卜似的，把沙半斤一只只的从血壳子里拔出来，然后装进了袋子。哥，咱去猎黑瞎子吧。我瞅你像黑瞎子，这里刚过大河，连村子那么近，哪来的？陆程的话音未落，一声低沉的嘶吼声传来，一听就是黑瞎子，还是一只体重超过400斤。小栓的眼睛嘚的一下就亮了，大叫道：“黑瞎子！”小栓叫唤着，就向传来声音的方向跑。陆程几个箭步上前，揪着他的后脖子，领子将他甩到了身后，侧耳倾听，隐隐听到了狗叫声，还有人的惨叫声。刚刚大雪封山，黑瞎子就算饿死也要接着蹲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开仓了，而且还失败了。我们走，大山护好他。陆程说着，拿起步枪，快步向前跑去。大山把小栓向肩膀上一甩，迈开大步，趟着雪就追了上去。只见一头500多斤的黑瞎子人力而起，勾着一条大黄狗向屁股底下一坐，大黄狗惨叫一声，当场就没了气。一个中年男人满脸是血，脸皮还挂在下巴上，一边踉踉跄跄的跑着，一边向绝把子里塞着子弹。还没等枪合上，大黑瞎子怒吼一声，一个前扑，将男人扑翻在地，一口叼住他的大腿，呼的一下把人甩起10几米远大雪窝子里头。黑瞎子的嘴上叼着一块肉，舌头一卷就吞了下去。吃了一块人肉的黑瞎子，眼珠子都泛红了，四肢着地，扑通通的向血窝处扑去。情急之下，陆程拉栓上膛，轰轰轰的就是一枪，枪声只让那只黑瞎子一惊，掉头跑了2步，又向中年男人扑了过去。陆程再一次架起了枪，瞄着那只黑瞎子，砰的就是一枪。黑瞎子被这一枪打了个跟头，但是他的脑袋也扎到了血窝子里，在一声声惨叫中，咬着男人的肩膀，将他从血窝子里拖了出来。现在人与熊这么近，陆程也不敢再开枪了。倒是那个男人也真特么有刚儿，惨叫着将撅把子顶到了黑瞎子的下巴上，砰的一枪，把这只大黑瞎子的天灵盖都掀飞了。黑瞎子一个倒仰摔在地上，那个男人也被甩了出去，趴在地上不动弹了。陆程快步上前，在20米开外，黑瞎子心口处又补了一枪，这才快步跑了过去看那个男人。陆程吓了一跳，只见半张脸皮被黑瞎子舔掉了，腿肚子被撕下老大一块肉。陆程赶紧从包里掏出那人狗通用的外伤药，全都呼到了他的伤口处，然后用止血带将伤口给包扎了起来。我是下岭村赵山河，快取熊胆！中年男人说着，白眼一翻，昏死了过去。赵山河，这不是下岭村的名人吗？来不及多想，陆程赶紧扎草爬犁，大山也手脚麻利的把黑瞎子的熊胆被取出来，随后就赶紧把中年男人弄下山救治。亏得这里离村近，到了村上，套上驴车把人往镇卫生院送。刚把人安顿好，一个面容姣好的妇女便冲进来，扑到赵山河的身上就哭：“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哪来的钱治伤啊？”这就是赵山河跟人换的老婆啊，当真算得上是美人了。也不知道跟他换的那个人有没有觉得亏得慌。老嫂子，你别急，赵哥还猎了一头熊，这熊胆值些钱，你要是放心的话，我带你把它卖了，咱也够赵哥的医药费了。行行行，赶紧卖，现在走起。这换来的老婆对他还挺好的，居然没贪财，也没嫌弃赵山河就此废了残了。主要是那张脸被黑瞎子舔了一口，彻底破了香啊！随后陆程领着女人到了蔡清泉那，熊胆一亮，这犊子眼珠子都亮了，抬手就给了800。女人刚要点头同意，却看到陆程的脸阴沉着，又赶紧闭了嘴。1500，少一个子我就卖公校舍，差多少我给老嫂子补上。蔡清泉疼得心里直哆嗦，可还是痛快地点了钱。厚厚的1料钱到了手上，女人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赶紧去卫生院把费用补上。你是不是挺瞧不起我们的啊？这话从哪说的？赵山河跟人换了媳妇，都成大笑话了。可别，那是你们乐意。这人啊，得配得上才行。山河没方面的需求，他老婆受不了。可是我呢，我之前那个男人天天喊累，我也难受。正好我们碰上了，每天还喝了点酒。你的意思，你们4个？呐，然后这不就配上对了，索性就换了，稀里糊涂的就过吧，过得还挺好的，别人乐意笑话就笑话吧。大黑瞎子怒吼一声，一个前扑，将男人扑翻在地，咬着男人的肩膀将他拖了起来。倒是那个男人也真特么有刚，惨叫着将撅把子顶到了黑瞎子的下巴上，砰的一枪，把这只大黑瞎子的天灵盖都掀飞了。黑瞎子一个倒仰摔在地上，那个男人也被甩了出去，趴在地上不动弹了。快取熊胆！
男人受伤严重，陆程简单把伤口处理了一下，就送到了卫生院。安顿好后，拉着大山就去把那只黑瞎子拆解了，连皮带肉300多斤给拖了回来。陆程把熊肉留下一半放到雪堆里冻上，那是属于赵山河的，剩下的一半属于自己的。哪怕这只熊是赵山河猎的，我救了它，说破了天去都该有我的一半。陆程把剩下的一半打包好，正准备去蔡清泉那里卖时，老妈却拦住了他。二人成，这熊肉你等会去卖，生产队要抓烟分地了。陆程一点都不兴奋，他不想种地，不管干啥都比刨土收益大。妈，我不想。还没有等陆程把话说完，郭秀秀就拉着他来到了上东村。只见自己的老丈人村长正在有序地组织着村民进行抓阄分地。再看看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张望的沈双，特别是他冻得红彤彤的小脸，看着就想啃一口。老妈，我肚子有点疼，你们替我抓下阄。真是屎尿多，赶快滚犊子！陆程来到人群后，拉着沈双就往家里跑去，然后用杠子把门顶上。沈双知道要发生什么，紧张的鼻尖都出现了细密的汗珠，说话都开始结结巴巴。我去洗洗。我帮你，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也是有讲究的。你怎么这么不正经？陆程翻了一个白眼，两口子光不出溜的在炕上咕噜，越不正经越好，难不成还一边那个啥？只是苦了郭秀秀2老口，在外面冻得鼻涕拉下的，隐约听着动静了，却连门窗都不敢敲，也没有谁家好去，都刚分地，家里正热闹呢，上谁家都惹人笑话。年轻就是好，你这小子有你老爹当年风范。就这样，2老口在门口蹲了快2小时，实在冷得受不了的郭秀秀正准备起身，陆程就走了出来。爸妈，外面这么冷，你们怎么不进来？臭小子，你大白天的在家打扑克，我们怎么进来？哼！臭小子！老爹没有搭理他，刚起身就被郭秀秀一把拉到厨房去做晚饭。郭秀秀还特意宰了只老母鸡给陆程补。隔天一早，陆程背着那100多斤的熊肉就来到了蔡清泉家，轻松的就卖了200元。兄弟，给搞张狼皮呗，要囫囵个的皮筒子。我瞅你像狼。二成，你可是咱镇上最牛逼的猎人了，你居然不知道这事儿？啥事？大泥沟那边来了一群狼，霍了不少东西，还把一个放羊的小孩叼跑了，吃了个啥也不剩。不信你就去问问。难道是昨天的那些狼？行，真有狼的话，我给你整几个狼皮筒子，先说价，再干活。200块，我特么自己留着做狼皮褥子。别呀，狼跟别的玩意不一样，横着不懂行的，拿狗皮都能糊弄。那你拿狗皮好了。350总行了吧？我真的不挣钱了，大哥。再说了，这玩意儿除了卖我，人家供销社都不要的。陆程思索片刻后，就直奔秦大棒家，说起大泥村被狼群堵村的事儿。秦大棒一拍大腿，应该是昨天的狼，但是哪有那么邪乎？狼确实把个孩子叼走了，不过最后孩子救了下来。昨天大泥村的村长来找我了，我呀打不动喽。秦大棒说着，伸出他一双手，10根手指头保住了，但是红肿的厉害，一层层的脱皮不说，还不停的颤抖着，这是冻伤了神经。二成啊，你去吧，你要是也打不动的话，就得经关了。陆程点了点头，这年头的老百姓打架斗殴断胳膊断腿都不带报警的，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乐意经关。第二天一早，秦奶早早的就把狗喂了个6成饱。猎狗出猎不能吃饱，吃饱了容易炸胃，而且还犯懒。陆程准备出发了，秦大棒却递给他2个铁皮铁钉做的，还带着2米长细铁链的项圈。哟呵，我秦奶岁数也大了，能受得了这个吗？你搁那嘀咕啥呢？赶紧给狗带上，斗狼的时候多条命呢。陆程顿时像泄了气似的，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原来是干这个用的。随后陆程赶紧把项圈给2条狗带上，骑上自行车，驮着大山，大山驮着2条狗，沿着公路哧溜溜，跟头把式的奔着大泥沟去了。不一会就看见钱胜利在村口那里等着。啥时候来的？昨天就到了。大泥沟的村长通知了我，我想你肯定也会来，所以就提前在这里等着你。胜利哥，你这望远镜在哪里弄的啊？前些日子对面的黄毛子来镇上换取物品，刚好我路过就看到这望远镜，想到今后进山打猎方便点，索性就换了下来。刚好今天就可以派上用场，我们走吧。3个人2条狗在村后头绕了好大一圈。这时梨花突然停下了脚步，脖子上的毛也炸了起来。陆程看着地上几串脚印，再抬头，不远处有个窝蜂的山岗子，避风那一边的雪已经落得7、8米厚了。胜利哥，望远镜给用买。给。陆程拿着望远镜绕到了下风口处，然后慢慢的凑到了那洞口50米左右的地方，抬起望远镜就看到树洞那里有了动静，2条狼从洞里看了出来，很警惕的看着四周，但陆程没有开枪，因为第1枪不把头狼打了，今天就算白来了。这时一条体格更大的狼出来了，刚刚钻出来的2条狼明显以他马首是瞻。陆程拉动枪栓，可是这头狼一直躲在2条狼后面，所以必须等他转身侧对自己的时候，才有机会一枪撂倒。时间一分分的过去，终于那条头狼转身了，张嘴发出低沉的叫声，好像是命令洞里的狼全都出来。当这条头狼转身的时候，陆程果断的扣动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响，那条头狼的脑袋一甩，身子横着转了2圈，当场猎杀。陆程赶紧重新拉栓上弹，眼睛却一直盯着洞口处。这时一条毛色明显发白，
体格也更大一圈的狼嗖的一下窜了出来，发出呜的一声低吼，带着剩下的4条狼斜刺里窜了出去。操，还有替身暗度陈仓啊！跟我玩兵法。男人将铁钉铁蹄做成的项圈套在狗脖子上，因为这是打赢狼群唯一的办法。接着，男人瞄着100米之外的头狼开枪，子弹却被紧随其侧的护卫狼挡了下来。这时，铁钉武装的2条猎狗也从侧方狠狠地撞向剩下的4条狼，6具兽躯顿时在雪地里滚作一团。男人正要举枪射击时，突然大山嗷嗷的嘶吼，冲进了战场。男人一哆嗦，赶紧把枪口一抬，空天放了一枪。大山这大虎逼，差点就给你爆头了。大山直接撞上了那匹皮毛鲜亮的头狼，而头狼一口咬着梨花的后腿把他甩开，紧跟着身前黑影一闪，一个恐怖直立猿将他扑翻在地。头狼嗷的一声，身子一拳一正，一口咬到了大山的屁股蛋子上。大山发出一声惨叫，回手一把抓住头狼的狼腿，硬生生的把他从身上撕了下来，怒吼着将60多斤的头狼抡了起来，轰的一声摔到了雪地里。大山轮摔头狼的样子，让陆程恍惚间看到大山就像绿巨人一样，咣咣的抡砸落鸡的场景。突然，大山将活生生被摔死的头狼摔在陆程的身前，大喊又冲向另一匹跟黄忠咬在一块的狼。而这时，一匹狼已恶狠狠地向大山的裤裆掏去，大山的身子一沉，胳膊一挡，这匹狼死死地咬住了大山的胳膊，然后就被大山抡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摔的这只狼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但是这狼也真特么有刚，依旧死死地咬着大山的胳膊。大山就这么拖着胳膊上的狼，把黄忠连同另外一匹狼一起扑翻在地，抱在怀里，胳膊一较劲，大山就惨叫了一声。黄忠的脖子可是有铁钉着的，吃痛的大山胳膊一松，放开了黄忠，然后勒住了这匹狼的胳膊。这匹狼一边蹬着腿，一边往外拉着屎。最后那一匹兽狼被梨花和黄忠扑翻在地上，黄忠锁喉，梨花掏裆，这匹兽狼蜷着身子，死得蛮惨的。大山喘着松气，将勒死的狼扔到了地上，然后就被陆程上前扒开了衣裤，胳膊被咬出一排通红的牙印来，屁股上的2排牙印却起了紫疙瘩。陆程松了口气，紧跟着大怒，一脚将大山踹了个跟头，大骂道：“你个大虎逼，有枪不用你特么肉搏！”嘿嘿，程哥，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不是没啥事吗？陆程看着大山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嬉皮笑脸的模样，瞬间脾气就又上来了，对着大山就是一顿胖揍。而这时天已经逐渐黑透，钱胜利很有眼力见的四处找枯木干柴拢了一堆火，接着又把这6匹狼搬到了火堆旁边，趁着还没冻上，赶紧就把狼皮拔了下来。随后3人围着火堆烤着刷了咸菜汤的狼肉。二成，商量个事儿呗。陆程还没吭声，大山就说：“他喵的个咪的，来的时候你说了，你就看看，啥也不要的。你看这话说的，我不还出个望远镜吗？”钱胜利说着，眼巴巴的看着还挂在陆程脖子上的望远镜。陆程稀罕巴叉的抓着望远镜摘下来，要还给钱胜利，而钱胜利赶紧推了回去。你看，你看，这是干哈呢？我寻思着吧，那撒破头次烂的狼，你俩要了也没啥用，给我呗，我拽回去吹牛逼。陆程一听，顿时眼睛就亮了。撒破狼换个毛子军品望远镜，值个了呀！他喵的个咪的，拉出来的时还能往回坐，我喂狗也不给你。别啊，兄弟，我那有双丝袜，也送你了。这时，大山突然一把揪住了钱胜利，恶狠狠地说：“你当我真的虎吗？一双破袜子换仨狼，就你精明是吧？那你想咋着？2双，程哥给双儿送1双，说不定双儿一开心，嘿嘿，成交。”隔天一早，3人推着装了狼肉的板车就进了村。陆程还没反应过来，那头狼王的皮筒子就被抢走了。陆程刚瞪眼睛，一把56瓣就塞到了他的怀里后，一身酒气的中年鄂伦春猎人呜里哇啦的说着陆程听不懂的话。陆程拒绝，对方坚持，咋说都不行，大山都要打人了，却被陆程赶紧推开。幸好这时钱胜利跑了过来，2瓶子北大汤向鄂伦春猎人的怀里一塞，顿时眉开眼笑，光顾着喝酒了，把枪换狼皮的事儿立马就给忘了。陆程赶紧推着板车就开溜，至于大泥沟的悬赏和粮票，就交给钱胜利去搞定了。随后陆程和大山就来到了蔡清泉这里。蔡清泉看到这仨狼皮筒子的时候，眼珠子都放光了，然后翻着毛，一脸惋惜地说：“这地方掉毛了，这地方有破损，哎呀呀，这都不算个事儿，谁叫咱是兄弟呢？320吧。”蔡清泉伸手去拿狼皮筒子的时候，陆程却把手按住了，要是1分不讲，350一个痛快的钱货2清。陆程啥也不说，可是这瘪犊子上来就想压价，陆程也不惯着他，更不怕得罪他。2成，啥意思？要抬价啊？一口唾沫一个钉，350，我1分不多，1分也不少。大山徒手搏狼，皮子才这么完整。蔡哥，你就说牛不牛掰？牛掰，牛掰！大山，你是牛掰加闪电啊！以后你就是我哥，不，你就是我亲爹，我特么给你养老送终。我家3丫就能生儿子，我要你这么个儿子干哈？这小逼崽子太他妈的贱了，在他身上占不着便宜啊！明明能赚100的，现在顶多赚50，相当于亏了50啊！大山猛啊，我不意思一下也说不过去，可是哥手头有点紧，你看我这有啥，你就拿点啥回去补补身子。蔡清泉的话音刚落，仨囫囵个的狼皮筒子就落到了他的手上，然后2人像猛虎下山似的冲进了饭店，把大米白面往板车上装，大肘子豆油这些全部都没放过，就连冻在冰坨子里的老母鸡、大鹅、五
花肉啥的都一块搬上了车。哎呦，我的妈天鹰，活不成了，活不成了，饭店送你们了。陆程和大山没理他，推着板车一溜烟的跑了。俩人刚要出镇子，怎料身后就有人大叫：“陆程，是不是蜗牛村的陆程？钱胜利出事啊！”男人将点燃的炮仗扔进山洞，轰隆一声巨响，一条黑影猛地窜出洞口，砰的一枪，黑瞎子天灵盖直接被掀翻。两人赶忙上前开膛取胆，怎料男人直接跳了起来。你后面。钱胜利刚转身就被黑压压的巨掌拍飞数米，胸前皮开肉绽，昏死过去。黑瞎子仰天一吼，再度扑来，两条猎犬狂吠着撕咬住他的后腿。男人趁机背起钱胜利，跌跌撞撞朝村子狂奔，身后不断传来飞行的怒吼与猎犬的惨叫。而这边陆程卖完狼肉，在回家的路上得知了钱胜利受伤的消息，于是带着大山来到了钱胜利的家。一进屋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钱胜利躺在炕上哼唧着，陆程上前掀了被子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好家伙，绷带从胸口一直缠到小腹，这得是多重的伤啊！潘红霞早就习惯了钱胜利的这些狐朋狗友，对他们爱搭不惜理的，不过心里却奇怪，陆程和大山咋看也不像那些流里流气的混子，特别是看到大山愣头愣脑的样子，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你瞅啥？瞅你咋的？阿丫，你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娘们儿家家的，不稀得跟你一般见识。我倒乐意跟你见识一下。潘红霞说着，抄起扫炕的笤帚兜头就向大山打了过来。一般男人不乐意跟女人对打，打赢了不光彩，打输了更特么丢人。可大山不一样啊，他可是大虎逼啊！挨了两下子，顿时怒了，劈手将潘手霞手上的扫帚抢过来扔了。潘红霞彪悍的跳起来要挠他，大山低吼一声，一把揪起潘红霞。钱胜利啊呦啊呦的在床上叫唤了起来，这一声叫唤竟让大山分了心。本来摔下来，潘红霞却被大山抱在了怀里。潘红霞都懵了，脸还埋在大山的怀里。念，你的手往哪个呢？特么放开我老婆！不就是个老婆吗？有啥的？我也有。钱胜利这一挣扎，胸口处顿时渗出血来。陆程赶紧上去帮忙，和潘红霞一起把绷带解开。陆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钱胜利的胸前3条伤痕，从脖子下边一直延伸到小腹处，伤口被缝合了，可是依旧能看到皮肉翻卷的模样。胜利哥，你这是让黑瞎子挠了？可不，就差一点，肠子就冒出来了。算我命大，只是皮外伤。这是咋回事啊？钱胜利叹了口气，然后跟陆程讲了起来。自己在酒桌子上吹牛皮，被人一捧说一声胜利哥霸道啊，就被捧得找不着北，然后花了100块买了个消息，然后背着5、6伴拉上连桥就进了山区猎黑瞎子。本来挺顺利的，可是谁成想这洞里居然有俩第二头黑瞎子冒出来，一爪子就把他给挠了。俩黑瞎子，他应该是碰到母子仓了。兄弟，看在咱一起打狼的份儿上，你得给我报仇啊！你可拉倒吧，被你们这一惊，那头母熊早就成了走熊，还上哪找去？肯定能找到的，兄弟，求你了，不过就是1枪的事儿，你得给哥把这面子找回来呀！钱胜利说着，让潘红霞赶紧把答应好的2条丝袜给拿了过来。潘红霞还有些不太情愿了，这个可以有。两人拿着东西就往山里去。刚出村口，后面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二成兄弟，等等我。”陈哥，你咋来了呢？小钱说你答应去猎黑瞎子了，我得去啊！我那2条狗刚训出来，就被黑瞎子作死了。不猎了它，我心里难受。行，咱插个火。大雪封山的时候，被惊醒的黑瞎子不会走太久，他们会尽快找到新的冬眠地，以熬过这苦寒的冬季。梨花和黄忠带路，一直转悠到下午时分，突然大叫了起来。嗖嗖的向前窜了出去，远处一棵倒伏的大树底下，一个黑漆漆的影子钻了出来，撒腿就往深山里跑。黑瞎子！陈方国兴奋地大叫着，举着56伴，冲着黑影砰砰砰，一口气将15发子弹清了膛。可是陆程的头皮都吓炸了。陈方国就是二五子中的二五子，钱胜利跟他进山打猎，能逃回去1条命，简直就是祸害1000年的典范。想猎黑瞎子就听我的，我不让你开枪，你不许动枪。好，行，你说了算。陆程呼哨一声，梨花和黄忠嗖嗖的窜了出去。陆程他们3个顶风冒雪的在后头猛追。陈方国一边跑一边说：“二成，你那2条狗能行吗？这黑瞎子400来斤呢，我那2条好狗，作死1个，咬死1个。一个二五子中的二五子，能养出什么好狗来？猎狗的作用就是搜寻，然后拖住，给猎人一枪致命的机会。”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狗咬熊吼声，照够胆子。雪地里已经打冒烟了。梨花擅长掏裆，碰着公的还行，但是这头母熊的短尾巴紧紧地夹着护住脆弱的后缸。梨花一扑上去，咬得血呼啦的，母熊痛得滋滋窜尿，却没有失去战斗力，爪子一划拉勾住了梨花就要剁。黄忠抓住机会，一个纵身飞跃，一口咬住了母熊的胳膊窝。这一口下去再一撕扯，皮都撕下来了。母熊嘶吼着甩飞了黄忠，梨花也趁机脱离下来。母熊索性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爪子不停地划拉着，让2条狗无法近身。但是这时母熊慌了，看到陆程3人过来了，母熊却虚晃一下，甩开了梨花，一爪子抓飞要挂起的黄忠，4肢着地，像火车头似的向陆程他们撞了过来。陆程赶紧举枪，但是母熊卷起的血沫子遮挡了视线，
还有2条狗在他的后面追。快躲开！陆程大吼一声，准备避开锋芒，把母熊放过去，旁敲侧击。可是大山这个虎逼玩意根本就不带脑子。陆程说躲开，他立马揪着陆程的衣领，像拖拖抹布似的就窜了出去。陈方国却激动得满脸通红，完全忘了之前的承诺，正往枪里压着子弹。看着临近的母熊，陈方国的手一抖，一瞧子弹哗啦哗的掉了一地，只装进去3发子弹。陈方国怪叫着，举枪就打，砰砰砰3声枪响，母熊的身子一栽歪，爆出一团血花，去势不减，冲到了陈方国的跟前。这下完犊子了！陈方国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连熊瞎子扑击的动作都变得缓慢了起来。400多斤的熊瞎子发了疯的向男人冲来，怎料陆程却抢走了他手上的5、6弹，甩了出去，5、6弹直接扎在黑瞎子的胸口，鲜血像喷泉似的喷出好几滴，接着轰的一声，2人被黑瞎子撞飞倒地。死了没有？没死，黑瞎子。这个时候还什么黑瞎子？陆程拽着陈方国，喊着大山赶紧救人的时候，狗叫声响起，还有大山独特的大吼声。陆程一回头，吓得亡魂大冒。黑瞎子被梨花掏了后肛，黄忠挂在黑瞎子的胳肢窝上。黑瞎子扭身，举着爪子要抓，大山举着大刀，高高的跃起，一刀扎在黑瞎子的脖子上，然后撞到了母熊的怀里，连人带熊一块扑翻在地。陆程顾不上陈方国了，发了疯的往大山那里跑。扑过去之后，一刀捅在黑瞎子的咽喉，然后又拖着大山后退。大山甩开陆程，赶紧上前开膛取胆，熊胆骨溜的，但是颜色发青。可惜了，黑瞎子折腾的时间太长了，胆汗都被吸收了。陆程看看满身是血的大山，狠狠地踹了大山一脚。以后再干这么虎逼的事儿，你就别跟我进山了。不过大山刚刚跃起那一刀，是真特么的帅。程哥，我看你刚才被撞飞了，咋样？没事吧？我没事，倒是陈方国被撞吐了血。陆程转头看向陈方国，谁知这货活蹦乱跳的，还知道去捡枪，5、6弹刺刀歪了，枪也扭了，彻底废炮子了。见他真没事，陆程也松了口气，分割了熊肉，拖着爬犁往前胜利家里跑。陈方国也不客气，进屋就叫道：“小姨子，赶紧做饭，饿死了。”天天就知道饿，咋不饿不死你们呢？娘们儿家的，让你干啥撒愣的得了，就是欠削。你削一个我瞅瞅。说着，大山就走了过去，把潘红霞举了起来。陆程瞬间脸就垮了下来。哎！大山吓得赶紧把潘红霞扔回到炕头上。我才不喜欢跟娘们儿一般计较呢。你在家也这么收拾你老婆？那怎么可能？我家三丫可不像她这么不懂事。大山很不屑地贴了躺在炕上气得直哆嗦的钱胜利，把陈方国也纳入了鄙视圈。说到底，还是老爷们儿不是那样的，娘们儿不老实，直接就用棍子打，哪根棍儿都拎不起来，娘们儿还不反天了。这虎逼玩意儿，说的咋能有道理呢？潘红霞被大山一句话就抚平了心里的郁气，下地张罗着做饭去了。陆程见钱胜利和陈方国这连瞧俩都快要气死了，赶紧上前转移话题。胜利哥，黑瞎子猎回来了，按着山里的规矩，咱4个平分，我和大山拿一半，分肉也行，卖了分钱也中。必须分，咱一家留点肉，然后全都卖了。2成你有路子，你来卖。行，让姐夫跟我一块去，蔡清全收这些，价钱还算公道，只要你们别认为他给我回扣就行了。你可拉倒吧，蔡清全那个死抠逼，开个店都得缩手指头，他还能舍得给你回扣？屋里说着话的时候，大山却依在外屋地的门口，闻着刚刚抓过潘红霞的那只手。你在那闻手有啥意思？你来直接闻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大山屁颠的就凑了过去，一直瞄着潘红霞的腿。你腿长，穿丝袜铁定好看。我里头穿的丝袜呢。大山一声惨嚎，把院子里的2条狗吓得都蹦了起来。陆程和陈方国也冲了出来，就见大山夹着双腿，一手捂着裆，一手扶着墙，哼哼唧唧的往回蹭。班，踢死你才好呢！陆程咬牙切齿的扔下一句，拉着陈方国去找蔡清全出货去了，连肉带熊胆还有熊掌，一共860块。陈方国好歹也是个副局长，似笑非笑的往那一站。蔡清全贼大方地给算到了900块，但是陆程没要，自己不能每一次都把陈方国、胡庆春他们拉来狐假虎威啊，人家的人情可不是用钱算的，所以1分不多，1分也不能少，生意就是生意。回到钱胜利家里，陆程也不客气的留下了一半，然后就和大山出了门。路上，大山骑着自行车驮着陆程，走到一半的时候，陆程突然说：“大山啊，你跟潘红霞咋个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跟赵山河学习，跟钱胜利换个媳妇啊？”大山，你干哈呀？程哥，我寻思吧，跟潘红霞要是能搞破鞋就搞了，但是三丫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碰的。你这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啊！程哥，三丫是咱俩的，别人谁碰他一根手指头，我要了他的命。陆程一愣，刚想赞一个，可是一想不对劲啊，涉及到老婆的事情，怎么能用咱呢？滚滚滚，我没兴趣。你咋能没兴趣呢？你别看三丫有点毛病，可是她长得可白了。还有，他……陆程捂住了大山棉裤腰一样的嘴，都快要给他跪下磕几个了。我特么好不容易重生一回，日子过得又消停又得劲儿，你这破嘴再说下去，咱们真的只能再见了。程哥，别告诉三丫，这虎逼玩意还特么是个渣男。数十头野猪为了进村抢夺粮食，齿长的獠牙对着村民疯狂的厮杀，双方都出了血对方。忽然一声巨吼，
一头800来斤的猪王横冲正来，接着村民的惨叫声。陆程举着莫心内干，顶着这头硕大的野猪，接连5枪都没有打中要害。这怎么可能？陆程枪口指着猪头，手却有些抖。他认出来了，这是18级的那头天命之猪。这头野猪硕大的脑袋几乎少了半了，一半猪脸不见了。上次他开枪把猪脑壳都掀了，没想到他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在他的脖子、肩膀的地方还插着几根断裂的猪獠牙。野猪王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极高的肺活量吹得地面的积雪飞扬，与陆程死死地对视着。陆程从他的眼中看出了怨毒，他认出自己了，一声长吼，野猪王高傲地转身，领着野猪群向村外走去。那种蔑视，陆程一股血气上涌，索性将打空的步枪扔开，从腰后拨出大刀，指着野猪王，疯狂地嘶吼着：“你别走，来啊，来啊！几分高低也分生死啊！”陆程拎着刀，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乌泱泱的野猪远去，身子僵得都有些麻木了。直到大山冲过来，他这才醒过神来。程哥，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大山，你去把狗带着，我们去一趟秦爷家。来到秦大棒家里，陆程把经过叙述了一遍，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秦大棒一眼就看出陆程着了眼，并告诉他此次事情还需再次进山才能解决。于是陆程在家休整了几天，带着大山就直奔山林去。刚出门不远，后面就传来了陈方国的声音：“兄弟，等等我，这次你高低的跟我进趟山啊！”陆程脑袋一补愣，才不敢跟这种二五子进山呢。拿着枪的二五子比黑瞎子都危险。舍利已经圈住了。陈方国这一句话顿时让陆程的心头一跳。舍利啊，那玩意的皮子可值老钱了，而且不管身上有没有枪眼，都是那个价。都有谁啊？我和胜利，你俩进山了。别提了，我托人从长白山那边买了3条好狗，胜利伤好的差不多了，非要进山溜溜，正好进山拖狗，结果倒好碰着舍利了，几个照面，3条狗全被咬死了。你用狗为舍利，你咋想的？咋啦？铺子就是脑子进水了呗。大兴岭的猞猁能轻松的长到60多斤，咬死几条狗还真不难。陆程还真是动了心，几人立马就来到了钱胜利家。陈方国还要安排点别的事儿，要耽误一会。陆程正好趁这个机会去了一趟老胡难。打从那头野猪王折腾了他一通之后，陆程就琢磨着得整只5、6半的。刚跟胡庆春一提这个事儿，他的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二成啊，不是姨父不帮你，要是放从前，姨父帮你哗啦哗啦拼吧拼吧，咋也能整出一支好枪来。但是最近风头有些不对劲。难道严打要来了？不对呀，好像是8月份吧。主爷，最近发生了很多涉枪的案子，一旦咱这地方出了枪案，你说不清楚，我也说不清楚，那麻烦可就大了。那我现在这支枪，没个屌丝儿，你那把水帘珠是破枪拼出来的，原本仓库里的旧枪已经收理掉了，你这枪的来历已经被抹去了。陆程一想到83严打，连那谁都给毙了，顿时打了一个寒战，立马就断了这个心思。半自动确实好用，但是拉大栓挺好的，至少出现射枪案子的时候，自己是安全的。随后陆程到了钱胜利家，陈方国也办完事儿回来了。几人忙3火4的带上东西就往山里钻，一直走到晌午头了，准备休息时，前方狗叫声响起，一个老汉背着一杆破烂的老套筒，领着俩小子，带着3条狗刚好到了附近。咋，你又吹牛逼了？我没有啊。几个人将目光落到了陈方国的身上，陈方国大脸泛红，然后假装没事人似的吹着口哨。陆程无奈的摇了摇头，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准备。现在人多得像赶集一样，猞猁这种大猫又极为机敏，早跑没影子个屁的。一直快到下午了，不远处的一片杂木林子里传来了呼喝声，紧跟着一个灰白的影子矫健的跃了出来。猞猁，这只猞猁只是惊鸿一闪，见到这里有人，像装了弹簧一样，原地一蹦，嗖的一下窜进了一片空心柳里。梨花发出一声低吼，嗖的一下窜了出去，黄忠也立刻跟了上去。陆程顿时吓得头皮发麻，赶紧吹了悠长的口哨，梨花和黄忠立刻就退了回来。兄弟，你咋不开枪呢？我现在开了枪，可就坏了规矩。那可是猞猁，一张皮子几千块，在钱的面前还要什么规矩啊？钱胜利这么说也没毛病。时代的浪潮下，谁都知道钱是好东西，但是陆程决定了守着这片山，就要守着山里的规矩。很快，那个老汉拎着破旧的老套筒从杂木林子里钻了出来，俩小子也随后跟了出来。只是3条狗，现在只剩下1条了，还瘸了1条腿。老汉惊讶地看着不远处的陆程，示意一笑，带着俩小子追了上去。咋，咱就这么看着几千块被人拿走啊？咋的？你想杀人夺宝啊？我可没那个意思。话音刚落，前面松林里就传来一声枪响，陆程他们赶紧追了上去。刚到林子跟前，便听到一声惨叫，跟着又是一声枪响，随后就见老汉和一个小子拖着另一个小年轻，狼狈不堪地从林子里退了出来。那个小年轻惨叫着，一条大腿血乎刺啦的。好家伙，3条伤口，从大腿一直挠到脚脖子，张疙瘩都被挠碎了。这猞猁这么猛吗？没错，猞猁就是这么猛。陆程赶紧上前拿出水壶，把小年轻的伤口冲洗了一下，然后拿出烫洗过的布条子紧紧地缠住。现在送回去治疗，命能保住，这条腿也能保住。大爷，这猞猁你们还打不打？那还打个屁了，命要紧啊！老汉不甘心地起身向陆程拱手作揖，然后转身带着小子回去保命了。
了。你俩还打不打？打咋不打？咱3杆枪呢？老虎来了都打得死，还打不死一只猞猁了。陆成向大山点了点头，大山喘着粗气，掏出了大刀。2条狗在前面不停地抽着鼻子，发出呜的十分不安的低吼声。就在这时，树上发出了呲呲的声音，陆成立刻举枪向树上瞄去，一股很特别的气息从空中迎面而来。正当陆成的念头还没转完，那头猞猁背着耳朵已经凌空扑到了跟前。